而且再加上你们知道我又是个邮寄站直播然后断播啊干嘛的太麻烦了，可以从每天的穿搭记住是哪天的视频。你们看我的整体的造型还是不一样的，就算是有的时候穿一样的衣服，但是一样的衣服我不会用一样的头饰，也不会用一样的耳饰，我不会用完全一样的搭配。没有，今天人有点不舒服，没有感冒，不知道为什么这肋骨有点痛肋骨这痛的也是个莫名其妙。肋骨不是，我没有那啥也没干，也没蹦，也没喝，也没咋的了，肋骨这儿疼。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对，我最近过敏的也厉害，可能是患耳朵也痒，眼睛也痒，鼻子也痒，我已经都在吃中药了。然后大家没有学过金贵的关系的，还没有进过金贵的社群的，或者是想找我们1v1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咖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是的呀，现在这个抵抗力呀，免疫系统啊，是不咋地，要慢慢调理调理吧。来，我们来连麦吧。为什么擦鼻子不涂妆？因为我没化没化妆，我们的妆就是涂口红，就是涂个口红。Hello， 你好。哎，你好，雨雪，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是匿名连线吗？不是，没有匿名连线，要让你们自己来设置的，我们这边设置不了。好，那我能先设置一下吗？好，我们先下一个来。谢谢你。我们这连线都是公开连线。为什么不喜欢化妆？不是不喜欢化妆，是我直播的时候不化，但是我出门的时候会化。直播这不是有美颜吗？你有美颜了就不用化了呀，节约我的时间，我可以多睡一会儿。我是个睡神，我多睡5分钟都是好的呢。对呀。Hello， 你好。你好。你好。Hello， 你好。哎，你说。你好。你说。你说。是这样的，我先介绍，能听见吗？可以，你说。好，那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哈，是这样的，我今年38岁，目前是在围城外，跟前夫有2个孩子，学历还不错，是样貌身材应该有7、8分吧，985本科毕业 ，EMBA 在读。那他呢是51岁，围城内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也是我的师兄。书香门第出身，就是在外面人眼里他是非常儒雅也非常热心的一个人，算是比较完美的一个人设吧，在我们当地也很有声望，算是这种横跨政商2界的大佬吧。我们是通过校友会认识了10年，他挺热心的，帮了我几次忙，加上事业和性格的光环吧，我就渐渐就喜欢上他了。3年前呢，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不要违规啊。sorry， 我为自己找了一些接近他的理由，去他的公司工作。那不到1个月呢，就跟他在一起了。刚开始，他说他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情况，我开始也不太相信，但感觉他就是技术也一般吧，而且他非常喜欢喝酒，就是能力各方面也比较有点，我就有点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我听不到了。哎，说。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我也不是很上头，好像也在考验我，处处提防着。可能他是怕别人发现我们的关系。那时候，也真的觉得他没有做过这种事哈，有压力。我呢，就是情绪起伏很大，感觉他不重视我，经常闹脾气。那他呢，也会主动向我示好，还帮我去进修，帮我报了 EMBA， 给我付了学费，也支持我继续学习。那之后呢，我老公就发现了我们的事情，他就是对我进行一些辱骂呀、威胁呀，对他也进行一些威胁，那他就后撤了。我就极力的安抚挽回他，断了差不多有1个月的时间吧。后来我们又重新在一起了，1年多以后我就扯了快乐症。那这1年多的时间，我就是也是非常的煎熬嘛，也是一方面也防止我前夫对他进行一些威胁，然后另一方面我前夫对我也进行一些身心上的折磨，那小朋友也因此受了很大的影响。那扯了快乐症以后呢，我感觉也轻松了很多，我跟他的这个关系也渐渐走向了稳定。那之后呢，他就担任了我们当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协会的会长，是那个协会全部都是上市公司的大佬，那我是秘书长，那工作上的链接就更多了。他对我的工作能力也很满意，就是因为这个职位让他的这个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嘛。那我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也渐渐得到他的认可，那我也就是渐渐的也不再是对他这种唯唯诺诺呀，这种做小伏低的这种态度，那关系就渐渐就拉平了一些。讲一下你今天的主要问题哦。你现在描述了很多已经跟问题无关的东西了。好的，那我就简短。那他也给我付了房子的首付，让我慢慢他也就是通过我几次跟他交流啊，也答应帮我付了房贷，然后每个月也给我在还这个房贷。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大概1年多的时间吧，对我非常好，就是对我去哪里啊都会带着我，就是对我各种关心啊、呵护啊，所以就是让我渐渐也就有点飘了啊，就是对他开始各种管啊，就让他少喝酒啊，就是让他觉得我好像是他妻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来，你倒着陈述，你的问题是什么？先把你的问题抛出来。好的，那就是就从今年4月份开始，我就感觉他对我的态度有一个比较急转直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对我发一些信息啊，也开始不回了。对我除了工作以外的事情也很少跟我去进行沟通。那我在今年就发现了2次，一次是我有时候中午我每次都是每周1次跟他在去他所在午休的酒店里面然后有一次呢，我就是过去的时候就发现了那个房间是有被用过的痕迹，我就拉他过来当面的对质了。但其实现在想想很傻，那时候并没有抓到什么实际的。他说是他老婆过来的，所以当时你不要违规啊！不好意思然后我就相信他了那第2次呢，就是另外又有一次，过了几天，他好像对我这个又有想要哄我的这种态度。那又过了几天，我就又有一次是中午发现了他跟其他人在一起，然后我又打电话去对他有一些质问的语气吧。他那一次以后好像对我的态度就有一些急转直下，就是开始还有4分钟了啊，你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只剩4分钟了，你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啊。好，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那我现在要怎么跟他相处？因为我现在在经济上还暂时没有办法独立嘛，我是应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去讨好他呢？继续给他情绪价值呢？还是说，但是我一味的讨好他，他又会不断的打压我，那是还是应该我只求事实，不求自己的情绪啊！不要一直说自己的理解和情绪。你现在就是说怎么相处？你们2个人现在还在不在一起工作？还在一起。你还对对方的经济有诉求，对吧？对，是的。现在他对你的付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一年大概100个左右吧。是每个月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稳定的。每个月都稳定，10个左右。对，你们关系在冷淡的情况下，他是怎么给？他是直接转米的吗？还是怎么给？就是对，是通过公司或者是一些发票的一些手段。对，很简单嘛。这个事情里边就是两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是你高估了他对你的感情，第二个问题是你没有摆正你自己的位置。这就2个问题，没有什么别的问题。在你们实际的相处当中，如果说我们以物质为导向来看的话，他并没有对你降低物质上的投入，对吧？对，他只是降低了情绪上的投入，然后降低了这种关注度，对吧？变冷淡了一点，是这个意思吧？对，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你别因为了你。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不希望你投射太多情绪在他身上，因为他已经明确的感知到你是有点摆不正自己的位置的。当你这个身份不停的想要去干预他的私生活的时候，那么他内心当中产生的是一种隐患的那种感觉，他觉得你是想要去鸠占鹊巢的，明白吗？他认为如果他还像以前那样跟你2人的这种给予你这种情绪的这种反馈过多的话，那么会引发你进一步的贪婪，情感上的贪婪，这个是他的想法。所以说他现在会降低这种情感上的温度。你把2件事搞明白，第一，人家并没有那么爱，第二，你的位置没有那么正，所以站在什么位置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儿，他是你的老板，做好你的服务工作，这个是你要做的。对，那我现在应该要就是跟他继续就是以这种工作上面的身份相处，还是我应该要刻意的去讨好他，去给他更多的情绪价值？不需要，你只需要正常就可以了。他哄你的时候，他找你的时候给他情绪价值，他不找你的时候，你尽量不要过度的去干预索取，不要做这种动作。那我现在就是就是对他经济上就不要再过多的，这个阶段不要再过多的要求了，提一些需求了，是吗？经济上的需求你原来是什么样的吗？你原来不是他自己给吗？原来是固定的，但有时候也会临时性的，像小朋友过暑假呀，或者是有一些换车呀之类的，对，该怎么提怎么提，好不好？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1v1，因为你是属于段位有点低，知道吧？你没啥段位，你搞这个活还搞情绪我建议你可以去1v1。我其实一直也1v1过，但是最后还是你还是回到了你自己的情绪里吧，对吧？回到了你自己的情绪里，那是没有用的。那你们搞这种关系，只会让你自己搞得很痛苦，好吧？对，行，那我知道了好，就这样拜拜。你们太喜欢在这种搞利益的关系里面去搞感情了，总是试图用感情去理解对方，是吧？总觉得我们2个人，我必须要深度绑定，怎么绑定？我要管着他，我要情感上约束他，我要占用他的时间，占用他的空间，占用他的精力。你是谁很重要，对不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是谁？我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我有什么样的身份、角色、定位、权益？这些事儿我建议你们在纸上面写下来，知道吗？反复的看，每一次精神涣散了，每一次欲求不满了，每一次所求无度了，看一看这张纸，我是谁？我在什么位置？我有什么？对吧？自己不断的拨正自己的心态，这个是1v1的最大的一重功效，就是老师每天帮你扒正心态。为什么很多人他1v1的时候搞得蛮好，他一结束就不行了，就这样的？因为有的人他的心态靠1个月搞不了。我们这里有一个最长的一个客户是搞了两年半2年半的时间，终于把自己脑子搞清白了。没办法，这
女人就是这样的，说是要米，最后都要成了情。但是你一要情，你就发现情也要不到，米也要不到了，这就是结局，对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也回复你们。我们是按月收费的呀，但是我们都是固定费用。但是那个女生2年半也前后拿了差不多有700、800这样吧。来下一个来，我们一个月8K 到1万2一个 W 8K 是吧？8K 到一个 W 吧，好像还是8K 到1万2啊，好像是8K 到1万2吧。因为我们现在有两个等级的老师，费用有点不一样。Hello， 你好，你好，其实哎，你说1v1黑钻导师温妮的学员，我学过那个金贵的关系，然后你的那个凡事要正向表达的论点，对我来说非常有益。我想咨询就是如何引导投入的问题。好。我今年31，然后是枫叶国小有名气的艺术家，不挣钱但是有光环，有套独栋别墅，贷款还有400-500个没有付完，然后存款不到100个，加房子其实总资产不到300个。然后男嘉宾是个50岁的爹爹，个人资产有几个小目标，退休状态，目前收入全靠那个投资理财。我们认识4-5年，前1-2年是 PY 关系，但是真的确定关系有规律的见面是3年，然后每个星期见一次这样。他对我的付出一直都很小，然后每一次都需要我起跳才会有大的付出，所以这段关系中我一直都挺内耗的。然后总共付出300多个，包含了房子首付。前几年和他的那个外援2次进入，和他的外援进围城之前，我就被冷处理分手了。然后在我被冷处理分手的那大半年的时间里，去学了很多10点半那方面的东西。然后他回来找我的时候，我提了先付我1年的房租20多个，然后才答应跟他复合。复合之后，我10点半发挥的非常好，然后他就被我套得很死。然后后来时间通过后撤的方式要到了200个房子的首付，但首付后他付出意识又不强了，所以我因为自己一直都很内耗。我前3年对他非常的上头，根本不敢提要求，因为知道他不大方，他要多了他会冷落我。所以其实这几年除了房租和后面这2年的房贷，每个月3-4个这个样子，生活开支都是花的我自己的钱。我总是想着他家里老小10几口都要靠他养，他不容易。结果后来突然发现他每年给我的钱还没有他第2欧多，甚至也没有他家保姆的工资高。但是我自己的存款真的快花完了，我才开始反思这些，才开始1v1点卖。然后我是今年误打误撞的接触到了曲曲，才学会了怎么给情绪价值，怎么主动开口，情况才好转一些。他吃这一套，而且他发现我在看你的东西，等于是明牌了。他说他主动开口，我没管这些，还是该要就要。而且每次哄着他要，他都会给。我之前1v1老师分析出来，就是我的配得感太低，不敢提要求，因为我原生家庭方面情感没有深入连接，所以从小都很怕给别人添麻烦，就什么问题都自己解决的那种女汉子。他后来知道我在看你这些之后，有主动说有帮我考虑将养老那些，也说不用担心剩下的房贷这些问题。但剩下的房贷如果真的20年还清的话，利息都要700-800个。他有暗示过几次让我不要担心剩下的房贷，但是没有明确的表示要帮我还清或者什么时候帮我还清。他最近有提尽快把目前国内还有的产业股份全部卖掉，拿现米出来。他是在暗示我以后没有现金流收入要给我断米了，还是打算在还清房贷的问题上给我画饼呢？这个事情为什么要揣摩呢？那不就看他做吗？你猜什么？这是你的问题啊！我就是想知道我现在还需要有什么行动，还是你有什么行动？这种男的他只适合做你的1/n，他不适合1对1的搞。你好不容易学了一身技术，你不多找几个目标对象实验一下，你干嘛在这一个上面弄呢？他跟你的来往密集嘛，听起来他也很忙嘛。
每个星期见一次。那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吗？对啊。对呀，那你跟什么呢？希望我出去找工作，说以后只帮我付一半的房贷，就是3、4个都要变成2个这样。我跟你说，但是我出去找那些非常占用我的。我说我出去找工作会耽误我的艺术事业。我说你为什么不让你围垒的那个去独立了？他说不能让围垒的工作。他说他以前的那些外援都是些独立女性，都是10几岁就跟着他，而且每次回去他们还是会跟他发生关系的。我觉得这个男的他就是个生意男呐，他是个生意男。然后后面就等于低成本持有他们，或者零成本持有他们。对啊，生意男。所以你应该多找一些持有目标啊，因为我说了的，生意男是不需要去特别在乎他所谓的这种忠诚度的这种状态的，是不太需要的。这个也不是你给他们的情绪价值，明白吗？你自己不要把自己哭死了。该怎么开口怎么开口，该怎么提要求怎么提要求，但是你自己的时间要支配好，你不要在这一个点上面不停的搞。因为我觉得这段关系已经对我没有太大价值了。如果只是帮我还个房贷的话，其实没有价值可以不要，懂吗？有点耽误时间。没有价值可以不要。我跟你讲啊，我们是不是说付出跟什么成正比？我们的付出要跟我们的权益，明白吗？他付出多少，我给多少权益。他付出降低，权益降低；付出升高，权益变多。明白吗？你们不要在别人的一个恒定的低付出的情况下面，还不停的给出更多的权益，你就内耗了。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是一个你需要把自己的权益拿回来的问题，就是你可以去投射很多目标对象，人家不管你这些啊。他管啊，他有时候晚上会给我打电话。打他的呗，你可以不接的呀，明白吗？你不方便你就不接啊，懂不懂？第二天再回都可以，无所谓的，知道吧？因为他在一个低成本模式里头，你不需要那么在乎他的感受的，明白吗？我们很简单，有空理你的时候理你。他说我们才3年，就是可能他花了1年花100个，他觉得很多。那又怎么样呢？那是他的觉得呀，这个是他把你跟以前他在外面乱七八糟的来评估出来的结果呀。我想要让他把我现在的那个房贷还清，然后每个月还可以给我一些基础的生活费。我告诉你的是，你必须要呈现出这种你是一个完全不缺市场的人，懂吗？这个人他才有可能往你想要的那个方向倒。你天天就扒拉着他，他怎么可能往你想要那个方向倒？他本来嘛就抠的要死了。你又没市场，你只能扒拉着他，那他为什么要给？他有也不给，就像你说的，他就给保姆。我要展现出竞争机制，不是展现竞争机制，而是你真的要有，明白吗？不是展现，小姐啊，不是装，是你真的要有市场。其实加拿大这边的那个女生很少，其实没有什么竞争压力，这边我挺有市场的。那你就赶紧的嘛，对不对？是干嘛非要从这一个池子里面搞呢？池子那么多，哪里想不通呢？你学了一生的技能，你非要在这一个秃羊身上紧搞个什么呢？因为他给我画饼，他说有帮我养老，想养老，然后还有帮我。你几岁啊，小姐？你就要开始养老了？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还准备跟他一起搞得七老八十？脑子坏了吧？你这属于是。然后他有时候帮我考虑这个房贷还清的问题。我也可以帮你考虑，我就跟你聊嘛，这个房贷怎么还，对不对？多找几个大哥了，对吧？他也帮你考虑。哎呀，我跟你规划规划，然后一规划3年过去了，一规划5年过去了，是不是纯有病？那我要怎么直接跟他说呢？说什么？不用说。说啥？有啥好说的？说了也搞不了。撤了吗？你咋听不懂我说话呢？我让你把注意力放到别的地方去，你不用专门搞他。好，他找你，你想起来了，你有空你就搭理他，到了提要求的时候你就提，他不做你就继续不理，搞别的，懂吗？
放着就完了。这2个月就是按这个方法来的，因为我看你视频看了几百个了，我就是按这套来，这套真的很管用。那就行了呀，那你在琢磨啥呢？你去抢好不好？但是我连麦就是为了问一下有什么话术引导。他话术没有用，我都说在绝对的价值、绝对的目的面前，你这个话术有啥用呢？人家心里很清楚，他不愿意在这种事情上投入高成本，他只能一点一点的搞，一点一点的搞，要不就是你极度后撤的时候，然后呢，他非要跟你和好，非要跟你和好，好，直接一个大的到位，没有别的呀。你用日常的什么提供情绪价值的话术搞一个大的，他不是这种性格的人，他不是皇帝男，不是伯乐男呐，他不在这个范畴里头。有道理。我没有问题了，我觉得我回去好好把这个琢磨琢磨。拜，就这样啊，你们这，哎呦，小打小闹这种人，这平时你给他这样磨，那就是愚公移山，知道吧？懂不懂我意思？就愚公移山，哎，那一点一点搞，哎，精卫填海，知道吧？就这么一点点敲，一点打，他们就只能这样，明白？既然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不要花太多的精力跟时间在他身上，这个就是最简单的道理，对不对？你只管冷淡就完了，他找你嘛，你就忽悠，明白？今天有点事儿啊，明天有点事儿，我是不是教你们3句绝学，对吧？在哪里？在外面？在干嘛？有点事儿，跟谁在一起？跟几个朋友，结束，3句绝学，知道吧？就对这种人，你就用这就完了。然后他发飙发神经干嘛？不理，直接不理，然后。到第2天，把你该忙的2号、3号、4号、5号大哥选手忙完了，你第2天再回他，知道吧？宝宝，你昨天晚上怎么了？你怎么那么着急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明不明白？就是你不要被卷到他的那个情绪里边去。你们就是为什么你们的脑子里思考的是，哎，他找我怎么搞呢？啊，那我不行啊，他发飙了怎么办？飙呗，就让他飙一会儿，懂不懂？飙一会儿，哎，让子弹飞一会儿，明白吗？宝宝，我现在有点急事儿啊，我回头再跟你说。第二天再去安抚，懂不懂？哎，你这个时间来了，是吧？哎，现在的关键性人物现在走了，你再安抚，对不对？宝宝，你昨天怎么啦？我跟你讲啊，是这样的，我们冷淡的时候想怎么冷淡怎么冷淡，哄的时候想怎么舔怎么舔，明白吗？凡事要做到极致的，给我关了。完了，看看关多久？10分钟。哎呀，你看我又飘了，上一场没关，这场飘了哟。你们有的时候呢，容易犯什么错误呢？2个错误。第一个就是前面只要这个男的一有情绪施压，你就开始想要解释啊、找补啊、慌张，这个是第一个错误。第2个错误呢，就是到这过翻篇了以后，你要去哄的时候，对吧？你们呢又哄得不彻底，姿态又不够低，这就是两个错误，体现了你段位的低，对不对？这2个错误就体现你这个人没段位，因为你的心态波动太大。正常来讲的话，因为他只配得到这种权益，明白吗？你对待说啊，如果是伯乐男、皇帝男，人家大额的大咣的这种，那你肯定得无时无刻的表现你的忠诚度，是吧？或者说你是你的这种1对1的谈婚论嫁的这种对象，你肯定要表现你的忠诚度。但是这种稀不烂的关系，又是个生意男，或者又是个鸡肋男，你又只能小敲小打，这愚公移山，精卫填海，你就像我这样就可以了。什么叫做收回权益？这个就叫收回权益，明白吗？就是我反正呢，我有事儿的时候我就有事儿去了，我第2天没事了，我就宝贝，你昨天在干嘛呀？你怎么老找我呀？我昨天正有事儿呢。然后不回，是不是来脾气了？过几个小时的，你怎么啦？你为什么不回我呀？你是不是又有新的女朋友了？马上开始倒打一耙。懂了没有？你说怎么呀？这一个晚上不见，你就又有新目标了。哎呀，你这个男人真是让人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呢。明白吗？就像这么搞，哎，你们这个段位就上来了，你自己弹性要大，知道吧？他怎么搞那是他的事，但是咱们自己弹性首先要大。来，
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再就是专门挑他不方便的时间跟他解释。知道吧？你对他的了解，知道大概他每天晚上10点钟到12点钟要在家里奶孩子，你就这个时间跟他发。宝贝，你为什么不理我呀？你是不是又跟别人会说？来下一个。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以前啊，我就老跟我的客户说，他们老催着我回消息。我说催啥？有啥好催的？等等，他们老催，你知道吧？很多客户他就很急、很急、很焦虑。老师怎么还不回我？他都跟我发了半天了，再不回他会生气的。我说你放心，我帮你回，他生不了气。你们那种回法哦，过半个小时45分钟，1个小时不回，回一个好的，回一个我在工作，你不是有病，对不对？那怎么能这么回？你这么回，那别人肯定生气嘛。我说晾着就晾着，对不对？晚一点就晚一点，你慌什么呢？我们一般消失2-3个小时之后回消息，都是3段字起发，知道吧？就是宝宝。我刚刚在看电影，然后那个电影里面有个什么情节特别好玩，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了，但是刚刚我的手机没有信号，我现在手机刚刚拿出来。我跟你们说，就这种东西啊，你们一定要把那个态度做足，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老说时机大于态度大于话术呢？时间可以晾着，慢慢搞，慢慢回，不需要慌，知道吧？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不回都无所谓。但是你回，你晾完了，你再回，你这个态度得摆正，明不明白？氛围得上来啊！来下一个，连麦权限打开一下。Hello， 你好。你好，曲曲仙女，听得到吗？哎，听得到，你说。你好，曲曲，我太喜欢你了，没有人像你一样开过我的眼界，你就是我的仙女教母。真的，我太喜欢你了。啊，你说，你今天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今年是25岁，然后性格比较开朗，长相应该有6-7分，喜欢跳舞，然后我是小地方的女生，就是家里面不能给我任何帮助的这种。然后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孩子，比我大1岁，虽然颜值身材方面不太够，但是10点半还算和谐。然后家里面应该有个几千个 W， 我们认识14个月，在一起2个月，给我花了应该7-8个吧。然后连你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跟他吵架了，跟他吵架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让他把一个女孩子删掉，然后我一走他就把豆豆加回来，那个女生就是他的高中追的一个女孩子，然后那个女生知道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就说要嫁给他什么什么这种话，然后他就跟我说马上要跟我订婚了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又不明确的跟拒绝别人，然后我就不知道这个我应不应该生气呀。就是他又不跟别人明确的说没有可能这些未来的话，但是他又跟别人给那种缓一缓，我现在正在要缓一缓怎么样这种话，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他。不是，那你有直接跟那个女生说话吗？有，那个女生她属于那种就是身边没有什么朋友的，你知道吗？就是他讲话特别绿茶，他说我说好恶心，然后说什么你也不管好你自己的男生，然后怎样。其实那2天之后他都发给我看了。你跟他说啥了？我就是问他，我就说为什么你老是纠缠他？因为他老是给他打电话，然后发信息，就是我要嫁给你这种话。然后
然后我那个男朋友他就是没有明确的拒绝，但是吧，他又跟他说我要订婚，但是又说要等等，你看啊还说我跟他吵过一次架。你看啊，你们就是说话就是这样的，你们就是叫屁股决定脑袋。你说什么？你为什么要老纠缠他？你这个就是给别人画饼，就是你给了别人一个线头，让别人捋这个线头就来搞你来了，懂吗？你也知道哦，一个巴掌拍不响，对不对？怎么就叫你为什么纠缠他呢？你男朋友要是一直不回应他的话，他能一直纠缠吗？就是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两个人的问题，明白吗？所以你去讲这种话的时候，本来就是挑衅，明白吗？他只会被你搞出这个胜负欲，他是不会退缩的。对，但是我男朋友当着我的面给他打了电话，然后就说再也不会联系了这种话，而且家里面聊。我跟你讲，首先第一点啊，如果你很喜欢这个男生，你也觉得这个男生方方面面条件不错呢，我就建议你呢，先把这个婚结下来，懂吗？有些时候。我有考虑，因为我跟他吵架了嘛，然后我把这件事情给家里知道了，我就想着趁着这件事情，家不能白吵了，我就想着，马上如果准备订婚的话，怎么样把名字分个房子写我的名字呢？怎么跟他讲呢？直接讲了，这还是怎么讲？那怎么措辞会好一点呢？就是这样不是太直接了吗？显得我好像因为房子跟他吵的架。为什么呢？这有什么直接的呢？这本来就是他的问题啊，你就这样说就好了呀。或者让你爸妈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在走结婚流程的时候里面要谈的一部分呢。直接说想要把这个房子写成我的名字。对呀，你说那你怎么给我安全感？你说你不把它删掉，你怎么给我安全感？房子写我名字咯，就好啦。他是现在其实已经把它删掉了。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家是在我们家这边做生意的嘛，就是在小地方的哈。然后，但是他爸爸就是想要在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去买这个房子，因为家里的房子可能就100个就买下来了。然后，但是如果是在大地方买这个房子的话，就没有人去住，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男孩子也是每天要在家里帮忙。那我这个房子到底是在家里面买，还是说在大地方买会好一点呢？你们在哪住，在哪买啊？在家里面这边住。不住有什么好买的？买了干什么呀？就是会觉得家里的房子价值比较低吧，然后但是你这说不通会有投资发展空间一点呢？你这说不通啊！你们肯定人在哪，房子买在哪，你人都不到那儿去，你怎么买呢？你们俩要在大城市发展也说得通啊！你们俩又不去大城市发展，那怎么买呢？好的。还有就是我个人发展的问题，因为我一直是学财务的，然后财务的薪资就没有那么高嘛，然后我的过年那段时间做了一下娱乐博主，然后就感觉还可以，就是反正一个月能有1-2个这样子，然后但是我是担心，如果我这样做娱乐博主的话，就是会给我对象知道他会生气，因为会难免会有就是跟大哥纠缠或者这种。如果说现在你们两个人就要走谈婚论嫁的流程了，就建议你不要去搞这个工作。那我现在就是说，先把房，因为我跟他现在还没有订婚，我就担心这婚都没有订，这房子会写我的名字吗？你担心有什么用？直接谈就好了呀。谈事儿都是谈出来的呀。如果说谈不明白，说房子不能写你的名字，那你就去直播呗。好的，谢谢曲曲。那像他就是跟那个其他女孩子联系这种事情的话，我应该生气吗？应该呀。那我就是怎么样跟他讲，会显得我那个就是怎么样跟他措辞，就显得我好像就是怎么讲嘞？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他讲这个事情。这种事情你当时跟那个女生讲的时候就不应该那么讲。我要跟你讲这个话，你又嘟嘟嘟跟个机关枪一样，停也停不下来。你们这种心态就是搞什么都得搞输的心态，知道吧？什么事情就是话也不让别人说，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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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自己跟个机关枪一样不停的想，嘟。其实你问都问不明白，你来问我问题，关键性的问题，不听。然后径直的左脚踩右脚，这不知道赶着去干嘛的。
有什么好赶的呢？嗯，你们这种事情当时发生的时候，你跟这个女生沟通的时候就不是这么沟通的，知道吧？你就应该跟她说，你说我是他女朋友，然后你就说，我男朋友跟我说你平时朋友比较少，然后呢，他说因为你朋友少，所以说呢，你们之间沟通的比较多。你说我们可以一起玩呐，你说我身边有几个不错的男孩子，我还可以介绍给你，像这么聊，知道吧？先把人弄出来，先认识认识，然后你跟他聊这种天，他就知道你跟你男朋友是站在一边的。你在跟他沟通什么啊？你为什么要勾引他的时候，要纠缠他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跟你男朋友不站在一边了，懂吗？你们两个人首先站一边，这女的她自己就要推办。知道了。但是就是我跟他现在是已经就是吵了一架，就跟那个女孩子。那这不用管了呀，我说的这个事儿就已经放着了，不用管了，你不要再纠缠于这个事儿了。首先是能不能按你的意愿把婚结掉，你身份作证了，他自然而然他就知道啊，好了，这男的已经结婚了，到时候看他自己退不退，到时候不退，到时候再拿经济制裁这个男的，懂吗？知道了。谢谢曲曲。还有问题吗？没有了，谢谢曲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有说那个，如果我想做那个就是带货博主的话，我怎么样去找一个就是合适的小伙伴呢？因为我身边的人会觉得说，做这个会很辛苦，而且我选的是个农产品，他会觉得太年轻的人做这个，就是我身边的人都比较像我年龄就是没有这么大，会觉得说做这个，那你为什么要选一个农产品？因为农产品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算是特色吧，然后我觉得它会销售会比较好销售，然后也暂时没有太多人去做这个。那你自己一个人为什么不能做？因为我需要去一个地方去学习，然后其实还属于蛮山区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为什么不能一个人去？就是要一个人去是吗？对呀，你自己一个人，你先把台子搭起来呗。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好的话。好的，谢谢曲曲。还有问题吗？好，那我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好，拜拜。谢谢曲曲。拜拜。我跟你们讲啊，平时跟任何人对话的过程当中啊，尤其是当你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向上社交的一个场景里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儿，就是听大于说，明白吗？提问大于陈述，就是这样的。提问，然后你一定要想办法让别人说的更多，那么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你才能够获取到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对不对？当你们选择去为一个人去付费，去跟他沟通的时候，或者说你今天好不容易进到了一个上社交的场合里边，对吧？去跟一些比如说大佬呀或者什么的比你段位高的人去交流的时候，我们不要老是想要一味的去阐述自己，这个就是很多的人他在向上社交的过程当中竖在他面前的一道很高的坎子，知道吗？会不会对话的人能不能够在这种场合里边如鱼得水，让大家喜欢，这个点就很重要。如果说当你在一个向上社交的场合里边，然后你老是有不停的这个倾诉欲的时候啊，马上所有的比你有水平的人就都不说话了。你一定会发现这个点，所有的比你有水平的人一定不会跟你抢着说话，知道吗？因为所有的他能够混到一定级别一定段位的人呢，他都是非常珍惜自己的语言的。如果说当你不停的表达的时候，他内心当中马上就觉得 OK， 那你讲吧，那你来挺好知道吧？我们有的时候啊，经常在外面会很明显，因为我很喜欢观察，我特别喜欢观察，就是在一个场合里边呢，有一些比如说啊，尤其是男性跟男性之间啊，你们可以观察到，如果说一个场合里面明显有人啊更牛掰，有人略低一点，对吧？比如说从财富量级上，或者说从这个社会的身份位置属性上，可能有的人低一点，有的人高一点。如果这个低一点的人，他是一个
会让别人说的更多，自己相对来说讲的少一点，但是呢，他一直处在倾听状态的人，对吧？他一直在倾听，然后呢，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试图去提问，试图去让对方阐述更多。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人他未来就能爬得更高。你们今天听了我跟你们讲的这个东西，回头再去观察哦，再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去观察，男人跟男人之间也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女人跟女人之间也是这个样子的。但凡是在一个社交场合里头啊，如果说 A 比 B 低，但是呢 A 一直试图发问，他一直试图让 B 讲话，那么这个 A 未来的发展前景就会很高。但是有一种人，比如说有一个 C， 这个 C 他明显的是不如在场的别人的啊，财富量级的，或者说是社会层级的，但是呢，他一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不倾听，二他特别想表达自己，表达自己的啊，现在干嘛干嘛干嘛啊，我认识谁谁谁谁啊，我身边有什么什么什么资源，甚至于还会刻意的去用一些什么接打电话呀，或者什么样的方式，想要向别人彰显他那些小的成绩圈子。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人呢，他的发展往往就会比较受限。你们如果去观察身边的小老板啊，跟大老板，或者是小领导跟大领导啊，或者是老板跟领导之间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区别，然后把它拉长时间段去看，去观察，你们就会发现什么样的人他最后容易得到大的结果，什么样的人他最后不容易得到大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吧？因为什么呢？任何一个他真的是有非常强大的进步欲的人他一定会珍惜每一次的这种能够去跟比他 level 高的人链接的机会，非常仔细的听别人讲的每一句话，然后试图把那个东西变成自己的。他为什么要听？他是在模仿，明白吗？他是在学习，他在借鉴。他其实在提问的过程当中，他是在学着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他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的，我说向上社交它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向上社交的本质是在于模仿，知道吗？有些东西你刚刚听到的时候，它变不成你自己的认知。它什么时候才能变成你的认知？就是你听到的内容，你用你的方式重复了，传达出去了，对吧？比如说你像你身边的人，或者像比你维度低一点的人，你要把从高维度的人这个地方吸取过来的这种知识概念传达出去了。你传达个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会做了。它是一个过程，明白吧？只有那种内心他一直卯着一股劲儿，想要不停的往上搞的这种人他才能做到这个状态。那种凡是在任何场合他非常想要去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人呢，他往往他的发展会非常非常的受限，因为他的学习跟模仿程度不够，他始终是在自己的行为惯性里面在表达，行为惯性里面在思考问题，他其实他自己的思维没有做到真正的破圈儿，明白吗？所以说他的认知不升级，他的认知不升级就会导致他的发展受限，所以他其实是一环套一环，一环套一环那个事情，懂了吧？所以有些时候你们一个小的动作一定要从很小的地方开始，就要关注我是不是我们要看见自己的语言，对不对？我们要看见自己的表达，看见自己的动作，然后再去想这句话说的对不对，这句话该不该说，这个动作做的对不对，这个动作该不该做，明白吗？来，大家没有关注我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要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
你好。Hello， 你好。兔子，兔子。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旭，哎，你说，您能听见吗？可以。你说。喂，你好，我这边没有声音。我听得到，你听不到我说话吗？好的，我现在听得到。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这边呢，南方属于伯乐兰，然后我们呢现在是围类，然后是从大学到现在，他29岁，然后呢是生子，性格温和，年入差不多100个左右，然后呢婚前的话，他的房产是400个左右，然后他父母名下大概也有800个左右，然后。婚后的话，我们的资产是400到500个左右，然后在我名下。然后我自己呢是30岁，长相身材大概6、7分。那我由于一直跟着他调动的话，工作是不稳定的，然后年收入呢只有15个左右，本科学历，目前在职考研。然后我的原生家庭是比较差的，然后还有一个弟弟。然后进围城的时候呢，他也是有点犹豫，但是他婚后呢对我还是挺好的，就是可能是比婚前对我更好。然后我个人呢就是性格比较老实，容易被拿捏，然后有点患得患失。然后我们是有一个女儿，1岁9个月，爷爷奶奶在带。然后这是基本情况。然后问题呢就是他 PC， 然后8月1号的时候，我看手机发现他22年的时候 PC， 然后他承认了，然后说的是我们之前一直异地，他说异地的时候忍不住，孕期哺乳期，他忍不住，然后就是我们等了2天以后呢，他带我去买包买首饰，出去旅游啊干嘛的，然后他每天在家里买菜做饭，就是态度一直很诚恳，然后9月1号的时候给我打了60个，说还我名下那套房的房贷。然后我就想到，曲曲您说的有价值的男人值得一次机会，然后呢，但是就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就在前天晚上，我发现他并非只是异地的时候 PC， 今年也在 PC， 然后呢，我就打算忍住不说，因为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嘛，但是他一直问我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然后我就忍不住了，我就跟他坦白了，然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然后我扇了他耳光，他也赌气扇了自己。然后他就说扯快了这儿吧，过不下去了。然后基本上每次因为这个事情争吵，他都会说扯快了这儿吧。然后事后呢，憋不了1天，他又会来找我和好。那这是第3次他说了。然后本来我打算这次就是认真的，他是认真的话，那我就是再痛我也要走。但是他昨天下午他又找我说，他说他不想扯，然后谈的时候我们都很激烈，然后砸了东西，然后他说我要是监控他管制他的话就扯这儿。然后他就摔门，他就走了。然后我本来以为这次就扯定了嘛，但是他过了10分钟以后，他自己又回来了。然后他就去提箱子收东西，收了很久。然后出门的时候说后天去扯这儿，然后到时候订个车来接我啊，干嘛的。然后我态度就软下来了，反正我就是哭诉嘛。然后最后达成的结果就是说，我们都再试最后一次，不行就扯这儿。然后他说他也保证，他决定再也不夜不归宿，然后手机密码公开，定位全部公开。然后昨天吵完架呢，我们俩本来把戒指都全部都扔了嘛，婚姻戒指全部都扔了。然后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看到他自己又从地上找到，他又把自己的那个戒指戴上了。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然后就是今年的事情，我戳破了，是不是不应该戳破？好，你问题提完了吗？还没有提完。那你先把你问题说完吧。然后第3个就是，我以后应该怎么做？就是我对他感情其实还挺深的。这个以后的话，包含2个方面。第一个是我自己进步这一方面应该怎么做，然后第2个就是我们的婚姻应该怎么经营。然后第4个问题就是针对他这样的，就是那我以后怎么样保证我以后的生活，就是怎么多搞点钱。说话注意一点啊。搞点不好意思。这样子的，你现在提完了没？完了。首先，第一件事啊，我们人呢一定要做到不自欺欺人，
一定要真实、诚实的面对自己，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前面说啊，如果这次这样的话，我再痛我也要跟他扯。但是你最后在跟我聊的时候，实际上你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符号，其实都清晰的印证着你非常需要这段关系。尤其是在物质保障层面，对吧？这个叫做诚实的面对自己。如果说你是因为赌气或者干嘛的要去扯这个快乐证了，那么最后后悔的一定是你自己，这个是非常清晰的。我们不能去做一个自己明知道会让自己后悔的选择，这是很傻缺的一件事儿。不要情绪化。所以说首先叫诚实，诚实就是我自己内心的对话是我非常清晰，我不想放弃这段关系，所以在基于我想要这个男人，想要继续这段关系的前提下，我要怎么去经营这段关系，怎么去修缮这段关系，而不是想着每一次在吵架或者发生问题的时候，我怎么率先离场，显得我比较硬气，这是非常傻叉的，懂吗？好，这是第一件事儿。然后你们两个人现在的10点半频率是多少？发现以前的话就只有一个月可能3-4次吧，然后现在的话就基本上每天。OK， 好，那么是这样子的啊。首先呢，在10点半这件事情上啊，你保证你的频次，那么呢，这个男的呢，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啊，说白了，我说了的，一个是这个子儿，对吧？一个是那个子儿，两个子儿，你控住了，其实呢，他出去玩的这个机会就变得很低，明白吗？我们呢，一定要从人性层面考虑问题。要从实际的操作层面考虑问题，而不是指望对方自觉。自觉是这世界上最扯淡的2个字儿，什么自觉、自律，这都是很扯淡的事儿，懂了吗？所以说，你只需要在物理层面上把它管控住，那么他基本上呢，他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出去1、2、3、4、5了。那么这个是物理层面上的问题。再就是呢，这个男的他有一点很清晰的地方是在于，他是不愿意放弃这段关系的。他从态度上，从他自己的心理层面上来说，他肯定是不愿意放弃的，他肯定是想跟你继续的。但是他这个里边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他又屡次的会提这个什么扯快乐症干嘛的呢？是因为他认为你翻不了篇儿。其实愿意拿物质补偿的男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就是什么呢？他们实际上花这个米是在干嘛？花这个米是在做一个叫做买单动作，买单动作。但是呢，在男人的心目当中是这样的，我为这个事儿买了单，买了单这个事儿就得过，而不是说我买单，然后我要为一件事反复买。在他看来，不是说什么什么孕期一次，什么前段时间一次，不是的。在他看来，他是以现今这个时间节点来看的，懂了吗？就是我今天在今天这个日子买了这个单，是买的我过去关于这件事儿所有的单。但是他那时候也没有坦白啊。他为什么要坦白呢？他不是傻叉，他为什么要跟你坦白呢？他还怕你的掀桌子掀得不狠。他也是这么跟我说的。本来就是啊，对不对？你是个情绪控制很好的人，还要别人坦白，你对自己有没有点认知啊？你是那种能云淡风轻的了，你说呗，反正我都不在乎。你又不是这种，你恨不得要把家拆了，他跟你坦白。没有，就后面摔门跑出去的是他，不是我。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在这个节点上，你们2个人会发生激烈冲突，而且会引发他极大的羞耻心，懂吗？懂。他是一个，他又要赔钱，完了以后又要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明白吗？明白。我是犯错误了，但是我犯错误了，就好像我现在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孩，我内心会觉得很羞耻。其实这个他是属于单偶男的特征，明白吧？在单偶男的特征里面就是这样的，因为实际上他自己是道德不认同这件事儿的，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并不代表他认同这件事儿，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本身他就是偷偷摸摸，本身他自己就不认可，他自己就不认可呢，他希望所有人不要发现，不要知道，哎呀，我这自己搞完了就算了，你实在发现了，好，我给你封口费，明白吗？
但是不是说我给完了，你又把这个事儿又宣出来了，他每一次都觉得你在羞辱他，懂了吧？是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个事儿现在就是翻篇了。然后呢，你们两个人其实都是不想分开的，想的一定是未来怎么往好了过。请你不要再谈这个事儿了。未来你脑子里只想着我们两个人怎么往好了过，怎么往舒服了过，怎么往开心了过。然后如果你实在遇到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来1v1，因为你的老公的物质支撑是你很需要的，你不要犯蠢，好不好？好吧，我回答完了啊。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时间到了，你觉得我今年戳破他的这个事情做得蠢吗？没意义了，因为他已经拿了60了，就不用戳了，这个事儿就该翻篇，除非他下次被发现。好吧，就这样。那如果下次不是，因为我跟你们讲了嘛，他买单是以现金这个时间节点去买的前面的单，懂了吧？他是这个概念。还有一点就是我跟你们讲过了的，任何时候发生了这种事情，如果一旦男方买单了，他付出相应的这个金额了，对吧？他做出相应的物质赔偿了，那么呢，我们有一个思路一定要摆正，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不安全感导致你后面不停的盯着他查，这个动作做不得，知道吗？如果你要不停的去盯着一个男的去查他每天在干嘛呀，他每个时间段你就像一个侦探一样眼睛不停的盯着他，我告诉你，你已经把这个关系的重点搞错了，对吧？你这个底下的道已经歪了。这个时候是不停的我想忠诚，但是忠诚不是一段长久健康关系的要义，一段长久健康关系的要义是舒适，懂不懂？关系要处的舒适，在舒适的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会产生排他性，它自然而然会想要去衡量背叛的成本，所以它会产生自我约束，明白了吗？它是这个概念，它是在跟你过于舒适的相处当中，觉得我不敢出错，我如果出错，这么舒适的生活就被我毁了，它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他就觉得，既然这样的话，你说我搞那么点事儿，不也就那么点事儿，对吧？在外面搞个什么世界杯，不也就那么点事儿？你说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对不对？承担的这么大的这个背叛成本去搞这个事儿，划算吗？不划算，算了，不搞了，懂不懂？是这个意思。所以是在相处舒适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觉得彼此是最合适于对方的人生伴侣，那么我们两个人都去衡量要背叛对方的成本，因为不想失去彼此，所以选择忠诚，它是这么一个闭环。但是如果一旦你们因为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好，这个女人的那个福尔摩斯那个状态上来了，你就把重点不放舒适上了，你把重点放在我一定要让你忠诚上，你这舍本逐末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去忠诚，我每天看你你干嘛？你跟谁在一块儿？然后你就去不停的去查找这个蛛丝马迹，对吧？那么你这个问题就来了，你这个关系到最后就会变得很难受。这种东西管不管的管，但是呢，它不能够让你把你们对感情的这个重心80%的挪到这个上面来，这个就不对了。任何时候我们的重心一定是放在怎么去经营一段舒适的关系，怎么去经营一个更好的自我上面，懂了吗？你们两个人10点半的频率高了，你去学习调整，对吧？然后让他觉得确实那外面也没啥意思，对不对？不过如此，我就跟家里这挺好，还挺开心，还挺有新鲜感，每天整点花活，对吧？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不也是一样的吗？
对吧？也是让他自己内心当中去提高这种对于这个关系的依赖度嘛，对不对？慢慢的他就觉得搞外面没什么意思嘛，他不自然而然的他就忠诚了嘛。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你们想的那种自觉，懂了吗？你们想的那种是一种，我就算是不跟他怎么着，我不给情绪价值，我不想着去经营，我也不想着跟他10点半，他也能自觉。你这叫求神拜佛，对不对？你这完全就是属于自欺欺人，这捏着鼻子红眼睛，你这根本就不叫自觉，对吧？所以说任何时候关系的经营，我们自己一定要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发力点，知道吗？你自己的发力点要找对，不要把发力点找错，你这个关系才能经营的好啊。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啊，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搞事业那个怎么会下降呢？妈呀，你们那搞的是多宏伟的事业啊！你搞事业10点半的那个想法会下降，你看看人家马斯克啊，别跟马斯克搞那么大个事业，别人都能搞出11个娃，啊，是11个娃吧？他是9个娃，11个娃啊？你啥事业呀？你是啥改变世界的事业呀？还搞事业那个会下降？你们怎么什么理由在你们这儿都有啊？但凡是自己不想在自己身上找理由的，什么理由都被你找得出来。来，下一个10个娃。喂，你好，曲曲，有声音吗？有，你好，你说，你好，刚才我连麦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声音啊，我想就是先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之前分手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偶然刷到您的视频，就那个时候我完全不知道就是当时为什么会分手，因为我们那时候都就是快要结婚了，然后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是因为刷到了你的视频，然后才意识到就是这段关系包括我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其实您的视频就是陪伴我从那一段不太好的关系当中走出来，所以说我首先想谢谢你，就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是真心的谢谢你。然后我就想说一下我自己的现在的情况，我是出生在新一线城市，然后父母就是都是知识分子，然后家里资产的话大概300到500个这个样子，然后我自己的颜值的话应该是6.5分，化完妆应该有7.5到8分这样子，然后我们家里的那个就是对我的教育，就是我妈对我就是有一点像让我去走雌性，然后嫁企业家的那种教育模式，然后就是所以我就是我们家是从小搞那种素质教育的，然后但是我爸是有点想让我走雄性，让我独立自主去做自己的事情的那种。然后我的话就是就是之前本科是在全球 top 10的一个学校念的，然后当时读的是一个本硕连读，然后后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段关系，我相当于就是真人版的陪太子读书，我陪他去了美国的一个 top 3的艺术院校读了2年的本科，然后那个就是那个钱是我自己花的，就是然后因为疫情就是因为口罩的关系，不好意思，因为口罩的关系，然后就回来了，然后后来分手了以后，我又重新考试，现在考到了北美一个 top 3的 MBA 正在就读，然后我整个就是人生可能就是读书就花掉了可能有400个这个样子吧，然后我有点紧张，就是我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做艺术方面的自媒体了，然后之前就是拿到过最好的是曾经做到过某个就是板块的 top 1，然后后面就是想做自媒体方面的创业嘛，然后就是跟我前任一起合作，但是我们后来就是因为有很多纠纷，然后包括他劈叉各种各样的原因，后来我们就散伙了，我们这个事情就没有做出来，然后后来我才会重新出来考学读 MBA 的，包括那段时间就是我有一点人格解离，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现在正在读 MBA， 然后我今天连麦的话主要的问题是关于我的人生规划，因为我现在我们学校这个 MBA 的课程非常非常非常忙，就是我不是很清楚我是不是应该留在外面
然后就不回来了，还是说我应该就是回国去？因为我父母可能不太可能会出来。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做自媒体的，然后我就在想说，接下来我有什么方向就可以选择？就我可能不太想做这一块了，就是去大厂，或者说是留在这边就直接躺平，就是你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吧？主要我的问题就是这些。自媒体能做到某一个类目的第1名，你不想做了？就是原因有很多，但是就是我有一点就是感觉在这一块有一点像毕业联，因为我一开始是抱着一个初心去的，然后把那个事情完成之后，把那个作品完成之后，我就退出来了，基本是这样子。我跟你讲，你这就是过去的我，知道吗？你这就是10年前的我。我跟你说，抱着金砖千万不能撒手啊！我跟你讲，你挖到这个金矿啊，你不能挖到第1块金子你就退休了，这不行的。你找什么嫁入豪门呢？你自己把这玩意儿做明白，你就是豪门，你还嫁啥豪门？你看我们老是说，在自己过去的人生当中找规律，你会发现自己擅长什么，在自己擅长的点位上不停的深耕，这个就是你的康庄大道。你自己在这个点上是拿过结果的人呐，你自己好好弄不就完了吗？我那时候就是很恋爱脑啊，就是你现在不恋爱脑了，你以后也不要恋爱脑了，你没发现你不适合？确实不适合。对呀，你不适合，你还要在这个事情上耽误什么时间呢？对，然后所以我就出来读 MBA 了嘛，但是我现在就没有什么很好的方向。你们这是无聊，典型的叫无聊，知道吧？自己能把这个事儿做明白，就说明你在做这件事情上面你是有天赋的，你是有很大机会的，你还是要在这个点上面想办法呀。这不比做啥都好呀！我的妈呀，你进啥大厂啊！我的妈，大厂的都要来给你打工，还进大厂。因为之前那个时候，因为我做的比较早，可以算是就是18年之前了吧。不重要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跟你讲，方法是一样的，它无非是工具变了，但是它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呀。有什么区别？我今天做这个做的比别人好，也是因为我也是在15、16左右的时候，我就做余波，我也能做到纽约第1呀，一样的呀，对不对？它是一种融合呀，我们是迭代呀，不是说这个东西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什么，它的核心逻辑其实是一样的。我一直都觉得我是运气好，然后是站在风口的猪。怎么可能呢？对呀，那这风口还没消失呢。哎，不要动歪脑筋，知道吧？有的时候你们真的是完全是在动歪脑筋，出结果的事情在风口上不好好搞，非要想去搞别的，你这纯的是属于耽误时间。你把你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个点上，因为这个点你出过成绩，那么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个点上，你自己一定要有信念感，就是我怎么2年我都能干出来。好。还有问题吗？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那就是关于回来还是留下这个问题就不用想了，反正就先做自媒体这一些。你看啊，你想的是术的层面的问题，这都不重要。在哪儿要基于我在哪里做这个事儿，现在更顺手。我想做的内容在什么样的场域下面，它能做得更好。我的能量在什么样的场域下面，它能够发挥得更好，这是你要思考的问题，不是说凭空去想我该在这儿还是该在那儿。明白。我现在就是有一点就是摸不着头脑。你原来是做哪个类目的嘛？我之前是做艺术相关的，是做音乐这一块的。你还是可以做这个呀，没有区别呀。好的。好吧，好，就这样。谢谢菊菊。对的呀，我大概15、16年，我去纽约，
我去纽约读语言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平台，叫印什么什么课，记得吗？你们有人知道这个平台的吗？你们有人知道这个平台吗？啊，我在那个平台3个月播到纽约第一，我就是余波，我那个时候就是余波。你们知道我这个人吧，多才多艺，知道吧？才艺又多，唱跳，唠嗑俱佳，唱跳加唠嗑一样都不落。那个时候的直播形式很单一，那个时候只有余波，那个时候没有别的直播形式。你们想想，那个时候是直播这个形式刚刚出来的时候，他们是首批做这个的呀。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形式，只有这一个形式，所以我们就只有做这个形式啊。这个东西都是慢慢在变化的嘛，对吧？在变化当中在调整，然后我们才找到了最终更好的一个触根渠道嘛，对吧？我很厉害的，我跟你们说啊，直播这个行业它就是我的天选赛道，你们知道吗？我跟你们说，我当时在想，直播这个事儿太适合我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更适合干这个事儿的人了。我跟你们讲，就别人跟我比这个比不了的，这怎么？哎呀，就从哪个维度上比也不行啊！我对自己做这个事儿太有信心了。真的是这样子的，做短视频吧，以前短视频火的时候吧，我对自己做短视频吧，我还没有那么，因为那个剪辑啊什么那些东西吧，我总觉得自己还很生，还得摸。但是直播这个玩意儿太适合我了，这个赛道没有人能够播得过我，我告诉你们。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哎，你好，你说。你好，我基本盘是今年33岁，然后那个颜值7分，在超一线，然后有车有房，然后我是4线城市的，也有房，然后有门市房，然后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然后现在我已经给家庭都解决了，然后呢，我遇到这个人是，他也33岁，在我读研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之前在一起的时候他说是没有围城，后来我发现了他有围城，然后我们现在在一起这个1年多，付出了大概有400多，然后现在的问题是他在国外，然后呢，我现在要不要去找他？我想着要去找他呢，就是在那边读语言学校，然后在那边给我做点生意，要不然我就留在国内。我要是那个留在国内呢，其实现在没有什么就是事情做，都是做一些就是中介的活，也赚不到什么钱。然后呢，我现在跟他说我想那个带球，他同意了。我是想 DIY 带球，他也同意了。当然他说要2年后。如果我要是想这个，我想着我现在自己带呢也行。我是在考虑，第一个是问题是我要不要去国外找他。我要是去国外找他呢，肯定是我让他在国外给我买房的、买车的，然后做生意的。要不然呢，我就是在国内呢，他说每个月会给我打生活费，然后让我每个月飞过去看看他，然后我也开开心心的这个样子。我现在就蛮纠结的。他在哪个国家？他在韩国。韩国？他是做什么业务啊？H 会怎么还有在这个国家做这的？我都没听说过。你这又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啊！我们知道的做这个行业的，现在都要不就是在那个什么泰缅那边，要不就是在迪拜，要不就是在新加坡，还没有听说在韩国做这个的。还挺特别，你这男的整的还挺特别。那你跟他谈好你就去嘛，你33岁了是吧？ Hello，
啊，33岁。那你要去你就去嘛。我觉得反正你在这边你发展的也很一般，是不是？你发展的很一般的情况下，那你都已经想的这么清晰了，我觉得你可以去啊，把你谈的条件都落实好就去嘛。现在都落实好，现在没有谈到那个车房的问题，现在只谈到就是说去了先读一个学校嘛，然后再找生意做嘛。我觉得应该先落实固定资产的问题。其实你考不考虑让他帮你在国内整一套，然后你去呢？你在那边就可以租呀，你为什么要在那边买呢？啊？我国内已经有了，然后他也有一些帮助。但是我是觉得吧，就是说你买房子的话呢，最好还是就是说买在国内会比较好。比如说你可以以你想让你父母放心啊，或者什么为理由，对吧？整一套大的或者怎么样，在国内比较好的地段去弄。你要是在国外的话，你说你未来回来的可能性还是大的呀。你在那边可以慢慢再搞嘛。我在国内刚弄了一套，换了一套大的，然后他也给我拿了200多，我自己然后也拿了一部分钱，已经在国内搞完了。那也行吧，反正我觉得只要你跟他条件谈得拢，你就去，问题不大。那你说我这个 DIY 的事情呢？我是等2年之后 DIY 吗？还是说我自己先搞一个？因为我不知道它的是真是假呀。你为什么想要 DIY？ 你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自己的话太受罪了。不是，你为什么现在想要一个球？到年龄了，而且我觉得我现在就基本上，反正也有点小钱了，然后该有的也都有了，需要有一个球了。是这样子的啊，你如果说要有球，那么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起码后面养孩子20-30年的经济不成问题，这个是前提，你懂吗？你这个20-30年的经济怎么去体现？你要去了以后，这个男的他就是实打实的给到了你那么多的现米，比如说你这些现米你锁起来了，放到这种某信某托里头了，或者放在某保某险里面了，然后这个能够支撑你未来养孩子的20-30年，我觉得这个动作才能做，而不是你想着说我有个球你还要想养的问题啊，万一这个男的出什么问题呢，对不对？你现米没有到手之前呢，我就建议你不要做这个事儿。那你说我管他要多少现米合适呢？因为现在带球是我提出来的。不是现在，我已经说了，我觉得你现在不要先考虑这个问题，你人先过去，把你前面比如说房子啊、车子啊或者什么生意啊这些东西都落定，然后你起码有一个比如说1年的时间，对吧？然后再来聊这个球的问题是怎么弄。如果你跟他时间就处得好的情况下面，那么再让他到时候你比如说拿个什么500出来，比较合理的。那我现在考虑什么问题？我现在考虑我现在在国内的话，我们2个可能1个月就见个2-3天，还有新鲜感。我怕我去了那边，在陌生的国家又没有朋友，然后就每天很没有自我，他会烦。所以说你最重要的点是在于你去了以后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给它弄出来。无论这个男的未来怎么样，起码他的基础给到你了，基础给到你以后，你要有自己的就是语言能力，然后你要慢慢的去走自己的圈子，你一定要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这件事上，你不能把你的精力扑他身上，你把你的精力扑他身上，后面就不好搞。我明白。你说我有可能上位吗？回答不了啊。好的，那如果就是说我去的话，目前的话也没有什么要求可谈，我就只能说先读个学校，然后相处着来。为什么不能谈呢？可以谈呢。但是他刚给我在国内给我拿了，那有什么关系呢？该谈谈嘛，讨价还价的问题嘛。那我去之前就谈吗？我怎么跟他谈？直接说呀，就是我也想去那边陪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在那边买一个小房子，我过去，就这样啊。他现在讲的是租，你就跟他聊嘛，你就说我怕万一我们2个人有什么问题，到时候我流落街头，那我到时候再那灰溜溜的回来，多丢人呢。就算有一天你真的跟我搞不好了，我也得在那至少能让我再生存下去吧。那我觉得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会比较合适，比较有安全感。这样还有说
在国内你不是刚买了个大的吗？那国内是国内呀，那边是那边呐。去了那边以后，我肯定会觉得人生地不熟，没有安全感的呀。但是我还是很想去，因为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我什么时候说这个话合适？任何时候。任何时候。我们的计划是过年我过去。现在到过年之间都可以聊啊。好的。然后呢，我现在在就是国内呢，也是就是接触一些，就是苹果吧。然后他们呢也总是叫我出去吃饭啊，我在中间可能会接触一些什么人啊，做一些生意。但是就像您刚才这个直播讲，我之前看您的这个直播说的，其实在目前来说还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个我应该怎么样就是再去参加这种局呢？你就别去了，你就搞这个事儿，你那个找搞业局干啥呀？你在过去你没有遇到这个男的时间里边，你这些年赚了多少钱？1000多。每一年平均有100多吗？没有。哎，那你就暂时先别搞这些事儿了吧，这有啥好搞的呀？那我现在就安心的先把我的想法是我们那个想明年的话先去美国，先这个把这个东西先给它冻上，然后等它如果像您说的发展好啊，或者是我拿到大结果之后，然后再 DIY， 这样的可以吗？这没有什么可不可以的，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要，就是你是现在去动还是2年以后再动，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那我现在就跟他提这个要求吧，如果那个要求谈好了之后，我就过去，如果谈不好的话，他不同意的话，那我就不过去，还继续留在我现在的位置吗？都可以，如果你自己想过去的话，就是跟他讨价还价的问题，我说了。好吧，就这样啊。好，谢谢。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我们在直播间里是没有办法回答你们跟道德相关的问题的，听得懂吗？你们有道德相关的问题，这种问题你们自己回答自己。什么叫有没有可能？什么叫该不该？我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选的路。我只能说，基于你的诉求你怎么做。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诉求一提出来，是吧？所有的人都开骂。那这个诉求你就在这别提了，是不是？你就别提了，你这提了干啥呢？提了以后我马上直播间关播，对不对？你们脱离情感，你就只谈哎怎么拿米是吧？怎么让这个人支持我的发展？这个话怎么聊？那个话怎么说？可以。来下一个来。Hello， 你好。喂 ，Hello。你说。那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吧，因为虽然最后其实已经 ending 了，我觉得，其实就是网上匹配的一个男的，他叫 Y 吧，然后家里其实很有钱，然后我本来想说只是简单吃个饭，然后见个面，结果发现其实大家很 funny， 然后又有很多很巧合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有缘分，然后刚好那时候又想要找人消解一下需求，所以就当他送我到家楼下的时候，问我要不要去他家玩狗，我就去了，然后经过第一次其实我们超 sweet 的，然后这一次之后呢，我们也没有确定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之后会每天给我发消息啊，然后有时候凌晨会问我 hi 啊这种的，然后第4天晚上还问我要不要去
看电影啊都被我拒绝了，因为其实我内心很不安全，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害我，然后问我一些男性朋友，他们说如果我第一次就已经做了这些事情，他就不会认真，所以我就一直在躲他。但是到周末我一直不回他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打电话说一定要马上见面，然后我就觉得他语气好急躁，所以我就直接拒绝了。但是后面我就觉得哇，他这么急躁的心情是不是把我当备胎？然后我就又打回去骂了他一下，说哎呀你不尊重我，为什么要一直约我？然后他反正 anyway 最后我们挂电话之后他又删了我了，然后后面到晚上临睡前我又加了他，然后他又说嗨啊之类的。总之呢，其实我 feel 到他是挺想我的，然后我也说了一下他不成熟和我不喜欢不提前邀约这件事情。然后他说 will do， 然后第二天呢我又没有忍住了，直接叫他出来吃饭，说了其实我知道你很海，然后我也很海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大家我当时没有看你的视频，所以我不知道我不应该这样，然后因为我当时是比着觉得好自尊的感觉，然后我就说了，然后他听我说完之后，他也说了他的一些事迹给我听。然后 anyway 当天晚上我们也有那个什么，然后但是当天晚上就那个什么了。对，当天晚上在那之前有过吗？在那之前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有过嘛？第一次就那个啥了。Hello。对啊，对，第一次就那还说个毛线呢？还说个毛线呢？你这个故事有啥好说的呢？对 ，anyway， 我也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嘛。然后第二次的话，我就会一直在引导，然后他就觉得我把他当玩具之类的。然后我要是第二次的时候，他也会觉得不想啊，然后什么的。临走前，然后他也会说你想我的话让我找他，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找过他。然后后面他也回到他那国家去了，然后。因为他在美国嘛，然后他家里面也很有钱，然后我喜欢就是我上头了，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就是我不懂这种情况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很清楚吗？你哪个环节没懂？这么清晰，还要自己骗自己呀？你骗自己就算了，还要来跟我说我不懂，你有啥不懂的 ？OK， 哪里不懂？就是不是说其实男生也可以，比如说如果我不知道能不能还走感情路线之类的。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看啊，你也问了你身边的哥们儿了，你身边哥们儿也跟你说了，你自己也看到这个最后的局面了，你还要问怎么走啊？确实是不行。这第一天就是玩的嘛，本来人家很清晰嘛，就是 one night 嘛。没有任何一个点位是模糊的呀，你这个故事从头讲到尾，哪一个点位是模糊的？对，因为我本来也是当他one night，只是觉得这种情况不是很像，就是国外那种可以，如果觉得大家觉得one night OK 的话，那我们可以当做情侣那样。你是不是有毛病啊？你在说啥呀你们他都一国，你怎么当啊？你这完全，你这个故事一开头，人家就是到你这个地方来短期找个人玩的嘛。OK， 你既然说自己海，就请你多海几个好不好？这种人不网上全是这样的呀，每一个都是这个路子啊。OK， 因为当时觉得聊的还不错，那当然聊得不错了，他很清晰啊，他定位摆得很清楚啊，对不对？我就是这么几天，我在这个地方，我找个人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关系嘛。我在短暂的关系里，我也要获得愉悦感的，要不然我要这个短暂关系干什么呢？哎，人呢？挂了，他自己挂的吗？应该是吧。你们这有啥看不懂的呀？我在网上认识的这种什么别的国家过来的，别的城市过来的呀，别的国家过来的呀，是吧？过来旅游的呀，这个那个的呀，但凡你们有点啥，那肯定就全剧终嘛。没有啥也是全剧终，懂吗？有啥没啥都是全剧终，没有任何区别，对不对？
一个条件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人，哎呀，又帅又这个又那个，然后来了我这儿之后，哎呀，我们两个人甜蜜的相处了好几天。这个无论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到达哪一步，只是手牵了手，或者没有手牵手，或者嘴巴对嘴巴，或者那个啥都没有区别，回去以后都是全剧终，对吧？如果说没有搞到最后一步，可能呢他回去还要跟你再聊一聊，然后再找个机会再来玩一次，直到把这个事儿搞定，最后还是全剧终，没有区别，好不好啊？没有任何区别，好吗？啊，还有人不懂这个东西吗？还有人不懂吗？所以我跟你们讲，如果说在 APP 上面啊找对象，有一个最大的大前提是什么？最大的大前提叫同城，知道吧？连同城这个大前提都没有，你们就不要想跟这个人发展成什么正经关系了，知道吗？本来 APP 它就是一个鱼龙混杂的一个大池子，对吧？这么大的一个大池子里，本身它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嘛，是不是？而且这个里边70%、80%它都是抱着一个玩的心态来的，是不是？它基于这个心态的大的基础盘下面，如果你还没有一个同城做前提的话，你对这个人他的背景都摸不清楚。他如果不同城，他可以同时10几20个同时谈，知道吧？你们看网上那些女的，他们傻的要死。我每一次看那个新闻呢，有些女的说什么啊，我们遇到了一个什么网上的啊情感骗子，什么他一个人谈了几10个女朋友，后来我们对峙，最后一问都是不同城的。不同城的你怎么能够说你们两个人是恋爱关系啊？就这事儿他都说不明白。所以说你首先不要把自己的难度调到 hard 的模式，对不对？我们说我们先把自己的难度要调到 easy 模式，不要调到 hard 的模式。不是说你不同城他就一定搞不成，但是这个概率就会降到0.000000001%。你老觉得自己是那个幸运儿，有必要吗？是不是？那么多的人总能有同城的呀。首先同城是大前提，在同城的基础上，然后还要达到一定频次的见面，一定频次的相处，对吧？然后你才知道哦，这个人彻彻底底的他是个单身。首先咱们得把这件事摸明白，如果你是想出来找正经对象的，是不是？还有女生大忌讳，女生的大忌讳就是你一开始抱着一个 YP 的心态去的，结果因为这个人方方面面的条件，对吧？光环、长相，你 YP 完了以后，你又想谈恋爱了，这个是大忌中的禁忌，明白吗？大忌中的禁忌，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你一开始抱着 one night 去的，且你们一见面就已经那个什么了，无论这个男的条件多好，无论这个男的长得多帅，无论他是个什么情况，我建议你们不要有第二次，好不好？不要妄想把这段关系转正，绝无可能，绝无可能啊！因为你们只有遇到了一个高维选手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想法，听得懂吗？我把这个事儿再给你们说明白点，如果你们这些女孩子本来觉得自己方方面面都挺好，挺优异，长得漂亮什么这个那个，然后呢你也是抱着一个 YP 的心态去见的一个男生，但是见完这一次以后，是吧，你就开始转变心态了啊，歪也歪完了，第二天想着，哎呀，我觉得这个男的好好，我想跟他有点情感链接，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男的对你进行降维打击了，说明他方方面面的条件综合下来是你目前圈子当中触碰不到的，说明这个人你一见你就自己能感知到你高攀的有点狠，懂吗？所以说在这个之后你才会产生这种想要跟这个人走长则的心态。那我告诉你，你跟这个人本质上你就配不上，明白了吗？为什么我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议你们立刻马上掐断这个念想，不要有第二次，不要有第二次。为什么？因为你会上头，有了第二次之后，我告诉你，你的这方面的体验也会变得非常之差，明白吗？因为你心理波动了，
你想从这个男的身上索取情绪了，索取情感的时候，这个男的他就开始嫌弃你了，明不明白？因为这个男的他很清晰，他对你是降维的。对于一个他很清晰降维的女生来说，如果你又无所屌位啊，他可能还觉得反正在这多玩一玩，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负担，对吧？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内耗。但是一旦他从你身上，对吧？从第二次见面开始，他一定就会抿到我们俩什么关系啊？很多女生会提这个问题的。很多女生，我们两个人现在算怎么回事？因为你忍不住啊，你忍不住，你懂不懂？因为你心里就是抱着这个，哎呀，我能不能跟他走长则？哎，我能不能跟他谈恋爱呀？我们能不能转化呀？你心里抱着这个诉求上去了之后，你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语言表达。你可能会问，我刚刚想的只是一种情况，对不对？你可能会说，哎，我们俩什么关系？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什么情况？你可能会问，那你现在有女朋友吗？那你过去是什么样子的呢？那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所有的这些发问，它都是不在 YP 范围内的发问，听得懂吗？在 YP 范围内的发问，应该是只以春宵一刻为前提的发问，对吧？开不开心，好不好玩，行不行，好不好，都是这，对不对？你一旦是聊到那些东西上面去了，很快对方就会抿出来，哦，完了，这女的又来了，这女的又想跟我，哎呀，搞什么长则关系了，又想跟我谈恋爱了。你看，她又在那妄想，对吧？她内心当中这个潜台词1、2、3、4、5马上就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什么？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会从底层里透出一种看不起你的心态，看不起你，嫌弃你，那么你们就连 YP 这件事情的体验感都会变得无比之差，明白了吗？因为你跟一个人去搞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对方抱着充分的服务意识上来的吧，对吧？对方抱着充分的服务意识和他拼了命的想在你面前展现他的这个厉害，是吧？他要有这个东西在，你跟他所谓的这种纯粹的10点半，你才能有愉悦，对不对？我再跟你们把这个事讲得够透了吧？你想想看，一旦你体现出这个东西，他内心当中马上开始看不起你，又怕你纠缠他。他马上他都不会对你展现任何的所谓的服务意识了，他都不在乎你怎么想，不在乎你怎么感受了，你还会开心吗？你还会觉得好玩吗？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掉价了，你那一瞬间就会变得你的自卑情绪就会上来了。所以我说，在这种事情里边，只能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如果你找到了一个升维选手，你就当自己挣了，懂了吗？我就当是没有花米出去玩了，出去玩嘎了，懂不懂？我没花米出去玩嘎了，你就把这个心态给我放正，心态放正，不要再有第二次，懂了吗？这个就是你们怎么能够行走江湖，懂吧？要不然就别在外面说自己海了，知道吧？那说出来这话都挺好笑的，还海呢。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金贵的社群，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 曲曲你好。哎，你说。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好喜欢你，谢谢。我看一下稿子啊，有点紧张。我今年34岁，然后通过朋友吃饭认识了一个大我15岁的男嘉宾，他自己做工程，年入大概400个左右吧。认识1个月，后面在一起相处了3个月，他大概给我花了40个 W， 然后七夕节没有给我送礼物，是我自己提出来，然后给我转了9个，但是我买礼物买了15个，
就还有6个没给我，然后就一直拖着没给我呢。最近也没有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我就比较内耗。然后本来我之前想的是下一步想开个店，或者是在他这个城市买个房，大概60个吧，我就一直没推进。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我这2次都问过他，然后他都说工程没下来，款项没下来，就一直拖着不给我。你多大？34。你34，你在此之前你自己的收入情况是什么样的？不稳定吧，大概年入30个吧。然后你以前遇到过大哥吗？以前没有像他这么大方吧。那你现在自己是单身吗？单身。那你这个大哥给你的，你是觉得如果是这个额度，你宁可不要这个关系吗？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关系我想要，就是我对他这个人吧，没有那个啥，不怎么喜欢。就是说不怎么喜欢，你是不是觉得我能够放弃？因为我觉得他付出的不够。我不想放弃。好，很好。因为我为什么要跟你进行这个对话？首先我说了，我们要明白我是谁。你不想放弃，是因为你找不到一个这种付出额度的男的，对吧？对。他就是你目前视线范围内能给你最多的，对吧？就仅此一个。对啊，很清晰的一个事儿。那么这个事情的问题就来了，你凭什么认为他要给你那么多呢？他刚开始认识我的时候是通过一个朋友嘛，也不是介绍，就一个饭桌上吃饭，觉得跟我说话呀，然后觉得我应该还是有点自己的价值吧，因为我认识他之前就一直在规划，开个什么店，然后但是你实际上有什么价值呢？这又回归到了我是谁上面。你说他认为你有价值，那你们也处了这段时间了，实际上你有什么价值呢？对我10点半挺好的。10点半挺好，那你还能不能用你的10点半去征服另外一个大哥？或者说另外有3、5个大哥排着队等着你？没有。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对方有可能为我议价，但是这个东西不代表我真的有这样的价值。如果你认不清自己的话，你所有的动作都是变形的，你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提出来的要求诉求，它都根本都不吻合市场评估标准，明白吗？你说我现在这个房子我就是要卖2000万，但是人家银行给你评估评出来只有1000万，你说你要卖2万，你是不是得遇到大傻子才能买？可是就是七夕节的礼物那个米，我自己就贴了一部分进去。我想问你，是不是你跟他说你要买15个 W 的礼物，他只给你转了9个？我之前是看的是8.5，然后他给我转了9个。你看啊，你这是一个非常不清白的人，知道吧？你是属于脑子极度不清白的这种选手。你看的8.5，人家给了9，结果你去买了15，你买了15，你自己承担那个多余的价格啊？你为什么要让他来承担？你这不叫坐地起价，你这个叫典型的坐地起价啊！你要么嘛一开始就跟人家说我要15，人家给就给，不给就不给，对吧？你一开始跟人家说你要8.5，人家跟你给了9，还多给了5K， 结果你还不够，你自己去买个15，那就说明我自己愿意去贴剩下的钱呢。你买了15，怎么能够把那个你中间的那个差价当做他欠你的呢？他欠你啥了？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我问他了，他说买我喜欢的。买你喜欢的你自己要贴钱呢，小姐。买你喜欢的，那你有没有紧接着跟一句，那我这个多了这些钱你给不给我补？你问了吗？我问了，他说回来给我补。回来给你补，然后拖了多长时间？快1个月了。首先啊，这个男的他不是一个那么大的大佬，知道吧？你呢也不吻合那么大的大佬的一个框架。我刚刚听下来，我认为这个人给你的付出已经额度很高了，所以我才会给你盘前面那些信息。因为你34岁，你也不是说一个有什么特别大的光环在这儿的一个女生，那么你遇到这个人，他给你的这个付出额度，在我的案例库里边并不低的，从你的条件综合来评判并不低的。
你呢就是属于有点不懂事儿。说白了，换作是我们如果说我说了8.5，人家给了9，我只会觉得高兴，知道吧？然后我去买这个额度以内的东西，对不对？我是这么一个操作方式，而不是说到了现场的时候又临时想要去加价，而且你加的很有点多。你如果说比如说你9，对吧？你说我只是加了一个不是说买了个11的东西，加个2万，我还觉得还听得上点话。你说你9，你直接恨不得快翻了一番，哪有你这么搞的呢？那个男的很简单，他是个好面子的人，他在当下他也不好拒绝你什么的。但是呢，实际上别人本身不是属于那么大的一个大佬。第二，人家心里也会觉得这女的多少有点不懂事儿。如果说这一次你说怎么搞，他夸夸夸的就给你搞了，下一次你是不是狮子大开口，额度更大？那蛐蛐，我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他给我的米都是卡转给我的，然后也没有写任何的那个就是标签嘛，然后我应该怎么样去规避这个风险呢？因为它是违类。没啥风险，你这男的没啥风险，我是怕听下来没啥风险。你们真的是又贪又蠢，真的。我跟你讲啊，你遇到的这个男的吧，是一听下来啊，就是这种还比较慈祥的选手，知道吧？根本就不是什么狠人。他一听下来他就不是什么狠人，他能在你当时坐地起价翻一翻的这个情况下，他都没有发脾气，没有迅速后撤，就这个男的他不是啥狠人。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规避，完全规避你得让人写东西，但是写东西也没有办法完全规避，这个东西做到100%规避他是做不到的。100%规避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曲线米给你，所有东西按曲线米给你。我之前提过，他不愿意。对，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因为太难看了，所有的东西按线的太难看了，知道吧？这男的很好面子，一听下来就是这么个事儿。他好面子，在你拿9变成10、15的时候，如果换作是我们看到的案例里边的那些牛掰的大佬，那种厉害的选手，绝对不是这个态度，知道吧？绝对是一下子就让你知道谁是爹，他不会跟你是态度的，他绝对当时回都不回了，等你自己再去做小伏低再去哄，绝对是这样。这男的自己估计也没啥这方面的经验，没啥段位，知道吧？他才会被你这么盘，还在当下觉得台阶下不下来，这怎么搞呢？这女的有点不心里没数，但是呢又有点不好意思啊，可能就像你说的，10点半也还不错，先这么答应着吧。他有点这个，就是有点赶鸭子上架这个状态，知道吧？接下来还是继续哄他吗？还是正常相处，没有必要什么，等他自己真的手上资金活了一点的时候再说，知道吧？你们不要搞得好像是个逼债的，像个催债鬼。你看你像不像个催债鬼？别人欠你的呀，别人这段时间给你花的比你1年挣的还多，别人欠你的呀，对不对？你评估一下自己的市场价值，知道吧？那这2天我就因为这个事情一直没理他。你没理他，你再去找一个好不好？你再多找几个，你找3个大哥，把你的这个信心再跟你搞膨胀，行不行？你有那就没得说，你有其他的人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对吧？好吧，那我没有别的问题了。好，就这样，拜拜。好，谢谢。我跟你们说，你们真的，我真心的建议你们这种1个月只要是能拿到5往上的，你们都到我们这里长期1v1。我真心的建议你们，知道吧？就是你们如果说是走这种搞雌竞这个那个的，如果你们1个月能拿到5往上的，我建议你们，我真心的建议你们来1v1，这肯定是你们最有性价比的一个投资行为，知道吗？因为你们的动作太稀巴烂了，你们这个动作呀，就是一做出来呀，就让别人觉得是个傻子，就听着，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这是不是个讨债鬼？我问你们，这是不是个讨债鬼？
竞争对手1v1，你更要1v1了，你们输在起跑线上了都还。哎呀，别人找到你们这种女的呀，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别人找到你们这种女的，你们知道你们会引起市场的恶劣反应。就是人家这个男的找了这个女的之后，后来他再也不想找你们这种女的了，再也不想找了，再也不想给女的花米了，因为他觉得给女的花米没好处，他老觉得自己是个冤大头，明白吧？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找这种大哥或者干嘛的大方男人呐，大方男人，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好的培养的一个池子土壤，知道吗？我们要把他身上的这个光辉的形象，对吧？优良的品格，要让他不停的越搞越深，发扬光大，是不是？万一有一天他不跟你在一块了，他跟别的小姐妹在一块了，你也不能说好事都被你一个摊着了，他下次他就变成一个抠搜鬼了。你们干嘛一定要把男人培养成这个样子呢？啊，你们能不能给他一个好的土壤，让他觉得这件事做的是非常有成就感，非常有价值，非常的有爽感，非常的有服务体验，入股不亏，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这典型的就是有一个好男人，最后被你一手调教成一个稀巴烂，明白吗？他跟你掰了之后，他都不想再找女的了，他觉得这些女的上来都是刮我皮的，都是讨债鬼，好吓人。我跟你们讲，我知道有一个大哥就是的，那个大哥呢，他等于说没有什么情感经验，刚刚结束维生关系呢，出来可能就因为别人那个时候还比较单纯，真的一把年纪了还挺单纯的这种男的，就正米，然后理工科，脑子有点糊的那种。他呢就看中了一个，哎呀，那种你懂吧，芭比娃娃，知道吧？你说那芭比娃娃，那能历史干净吗？但是呢，因为芭比娃娃呢有背书，哎，有一些就是光环背书，他就以为那个芭比娃娃都是白富美，知道吧？结果2个月，可能就2个月吧，给芭比娃娃，他当时就是他们通过就是那个就是哎，我也不能把这个事说得太清晰啊，反正意思就是说他前面的本来谈好了的，说我要找这个芭比娃娃在一块的话，我要怎么搞？那个大哥是个单身，然后他说谈好了，就说1个月可能，他说可能1年花600到800，1年花600到800，是这个芭比娃娃啊，跟他谈好了的。对，他们就是对碰认识的。芭比娃娃说1年600到800，他说那可以，那问题不大。这大哥很爽快，就说那可以，问题不大。结果2个月不到的时间干完600，2个月不到干完600，然后那个大哥第3个月就不行了，大概第3个月就要跟他拜拜。干完600不说，本来600还没想拜拜，结果芭比娃娃又提了一个900的诉求啊！这一提，大哥彻底吓傻了。大哥彻底吓傻了。芭比娃娃就是外形嘛，就是整体外形就是芭比娃娃这个状态的，懂吧？大哥吓傻了。后来那大哥就说：“这搞不了，这搞不了啊！这他说当时跟我谈好的是1年600到800，这2个月过完600已经干完了，第3个月直接给我提了一个900的诉求。他说原来我自己一个人，他说我1年我就花1000个 W， 他说我自己1年我就花1000个 W， 他说这一下子搞得我这1年挣的钱不够往里头添的。”结果他就不跟那女的好了。实际上那个女的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方的，这个就是跟刚刚这个女生一样，只不过量级不一样，但其实他们身上犯的错误是一样的，对吧？他们其实犯的错误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错误的评估了自己的市场价值，完全错误评估了市场价值，对吧？而且坐地起价，狮子大开口，就完全破坏了契约精神，而且也是很作。就是人家付出了这么多，他都没有跟上他的情绪价值，完了以后还在狮子大开口，还想要更多。其实犯的是同样一个错误，只不过他们拿到的数字量级不一样嘛，对吧？然后产生的直接结果是什么？这个男的现在啊，他重回对碰市场之后，你知道他怎么？
他说你们就给我找那个没见过世面的女的。他说最好啊，就是那城乡结合部的。他说外形好看，但是土一点没事儿。我真的不骗你们，直接把这个大哥搞的就是一朝被蛇咬了，知道吗？这个就是你们这种女生对这个市场造成的直接恶劣影响。这大哥说再搞不起了，还是搞个简单点的吧，我也不要那么有光环的了。他说我就想图个便宜，他说我就想图个便宜。你看你们这些女人能不能把这个把我们这个土壤给它养好，施点肥好不好？施点肥，别一天到晚的搞那种破坏性开采。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你说像这么好的客户，你们早一点来1v1多好，非要把它搞稀巴烂。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麦关了 ，Hello， 说话 ，Hello， 你好，哎呦。我有课啊，金贵不就是我们的课吗？金贵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教科书。教科书没有看过的人上来连麦容易被我们骂，因为你极度缺乏基础认知。他们不要回去的，这种大哥怎么会要回去呢？这种大哥说白了，人家一年都是小目标往上的人，知道吧？我跟你说，只有一年挣到1个小目标的人才会自己能花出1000万。叫啥？挣不到1个小目标的人一般是不会花1000个 W 的，然后在女的身上再花6到800、1000，不会的。Hello， 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哎，你说。我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哎，不要退出哦。那我看不了稿子了呀。你要不换个手机再来连？那我换个手机吧，不好意思。拜拜。对的，我们的连麦是800 RMB 的礼物上来排队，但是要先到小助理那里把你的稿子给到他，要审核，审完了你的故事才能上来连，知道吧？我们的直播间开玩笑，那是想连就连的。我们这专家号好吧，我们这超级专家号，每天的排队排不赢。你们要知道，这种故事你们写都写不出来，编都编不出来，知道吗？这要不是现实生活中你们编都编不出来，谁有这么大的脑洞啊 ？Hello， 你好，听得到吗？哎，听得到，你说。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在一个就是软件，也是认识一个男生，但是我跟他抱着不是 PY 的关系去认识的，他是围城内的。然后呢，他跟我讲他之前有经常去 PY， 因为他跟他就是围城位的那位就是交流比较少。然后我们就有一直聊天，大概聊了2个月吧。我中间一直跟他就是一个
半推半就的状态，是因为我真的很纠结，因为我没有经历什么太多的感情，然后我也没有就是从他那边求你的一个需求，然后就只是我们两个人就有在聊天，就互相给予情绪价值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呢，我中间跟他断过几次，我说不要再联系我了，这样是非常不对的。但是他就一直来找我，因为他一开始对我有隐瞒，他说他只是有在谈恋爱，然后我们只是聊天嘛。但是后来我发现他是围城内的，再后来我甚至发现他是就是有那个什么的，对。然后他跟我说是觉得跟我很聊得来，就是不太想就是跟我说实话之类的。前段时间因为我刚好出来玩，然后他就是因为我在这边看牙，然后就是他跟我见面了。见面之后我们就是有发生，对，就是我，然后他就是我现在就心里很乱，我不知道该怎么就是去解决我心里面这个东西。对，脑子有病就看脑子，解决你心里面的东西。一上来围内的男人，我不图米，你不图米，你图什么？我只是觉得一开始只是交朋友，我是一点一点知道的，就是你知道了呀，你后面在跟他有什么关系之前不是已经知道了？对。那个时候还在不图米，你图什么呢？不图米就可以拉黑了噻。好吧，因为我你走不走婚恋的？不走。不走婚恋，那你不图米，你在干什么？你告诉我。我只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比较开心。那你不能找别人开心。你现在还开心吗？你开心吗？你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自己跟自己对话一下，你开心吗？这个关系又图不到围城，又图不到米，你开心的点位是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想干什么？你今天到底跟我沟通，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只是觉得我现在很痛苦。那不就结了吗？你看，非常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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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我刚刚讲过一个话，叫做诚实的跟自己对话，知道吧？诚实的跟自己对话。痛苦说明什么？痛苦说明这段关系没有存在的价值跟必要。这段关系没有存在的价值跟必要。多说一句话都是废话。明白。你多大？我01的。小姑娘是这样子的啊，你01年的，无论你是去图婚恋，你也可以图得很好；无论你是去图米，你也能图得很好。或者说你只是纯粹的为了开心也可以。什么样的人能让你开心呢？啥也不用图，啥也不用想，但是他起码让你不产生道德上的驳斥，那么你也会开心。长得帅，身体好，反正我们两个人可以开开心心先谈着再说，谈个3年5年，反正我青春耗得起也能好。像你现在的这个关系，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懂了吗？世界上2条腿的男人千万，任何的诉求都有能满足你的。不能满足你任何诉求的男人，完全没有存在在你的生命中的必要，直接让他消失就完事儿。现在立刻马上断，不用给借口，不用给理由，也不用想着怎么去就是在沟通，好不好？没有。好啊，直接就断。他要找你，直接就不用理，好吗？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啊。好的，我知道，谢谢。好，就这样。好，拜拜。拜拜。我跟你们说，很多女孩子她是因为她自己的情感观没有完全形成，懂吗？所以说她容易被社会上的这些死懒这样我社会上这些鬼稀巴烂的男的哄骗，知道吗？
因为这些男的无非就是这个路子，对吧？上来先甜言蜜语的哄，对不对？哎，给你秀秀光环，秀秀羽毛，秀秀比你多吃的那几年饭，多吃的那几年盐，跟你讲一讲社会上之间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认知，他自己有个啥段位都不知道，知道吧？自己说不定也个没啥段位，但是呢，相比起你，他当然吃的饭多一点啊。可有可能有些人一大把年纪了，他也没活出个什么花，可能他自己都还是个低认知人群呢。他就靠他多走的那几年路，然后来跟你掰扯，让你首先从精神上对他产生一定的崇拜和依赖性，对吧？然后就开始跟你讲感情故事了。怎么讲呢？讲他的痛苦啊，我这么多年我的情感状态很痛苦，对吧？家里这个不理解我，我们两个人关系不好，感情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吧？所以我跟你沟通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我能沟通，我能够深度交流的女孩子，我觉得太不容易了，就开始给你画感情的饼咯，对不对？全部是这个路子，先秀羽毛，秀光环，讲人情世故，然后就开始给你画感情的饼，给你讲他的痛楚，完了以后跟你在一块之后，然后再跟你讲1、2、3、4、5的真相，对吧？很多男的还会再选一个物质的胡萝卜，物质的胡萝卜跟婚姻的胡萝卜，就这两个胡萝卜嘛，还有啥呢？对不对？胡萝卜无非就分两种，一种就是物质胡萝卜，一种就是婚姻胡萝卜，没了。你就是那头蠢驴，对不对？你就是那头前面挂着一根胡萝卜的那个蠢驴嘛，对吧？他在你前面选个胡萝卜，要不就是讲物质，要不就是讲婚姻嘛，其实一个都达不成，屁用没有，好不好？所以年纪轻轻的小姑娘真的应该，你们呀身边如果有一些不管你们的亲戚朋友好姐妹干嘛的，还有这样的脑子的，都让他们进来听一听。刚开始肯定会觉得生理反胃，知道吧？刚开始听，我们这个药吧上去吧，会有点排异，会产生点排异作用。但是摁着脑袋给我往下听，知道吗？起码让自己不要上当受骗。慢慢的你就发现了，我们这个药效不错啊，疗效很好，好吧？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约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Hello， 你好。Hello， 曲曲能听到吗？可以，你说。那个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我今年是30岁，然后年收入50个 W 左右，本科，颜值化妆之后7、8分，然后大佬呢是我的，然后他大我10岁，年收入2000个 W 左右吧，总资产在一个小目标，它是为内。然后我们在一起4年的时间，就是我们刚到这个单位没有多久就在一起了。但是我很恋爱脑，就是之前的2年是被低成本持有的，就是我的工资每个月可能才2个 W 左右。然后后面我就起跳了，交了一个可以领证的男朋友，然后他知道之后不同意，就很崩溃，然后还哭，就说我劈叉他接受不了。但是他默认这种关系将近有1年的时间，而且他对我所有大的付出都在这1年的时间里面。他给我首付了房子和车，然后一共大概100个左右吧。然后后面第3年就是我就是彻底跟他在一起的那一年，他就是把我的工资调到了4个 W， 然后今年是5个 W。但是我们的工作特别累，每天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以上。然后就是所有的，最近我也是就是身体可能不太好，然后他也一直在暗示我就不要让我请假，然后就是每天就生病了发烧，然后还得一直去做超过12个小时的工作。然后现在就是我的问题是我最近就是他之前对我的控制欲很强嘛，就是因为有我交了男朋友的事情，然后他一直盯着我，然后最近将近3个月的，就是前3个月开始他就不盯着我了。
然后10点半的频率也降低了，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外面就是有小4、小5什么的了。然后但是我之前就是这3个月里稍稍跳了几下，但是也没什么用，就是因为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清楚他对我的投入我该用什么标准去评判，因为都是以工资混合在一起发放的，就是你不能说我觉得我当小 C 我当的也挺惨的，你就是知道就好你知道就好，你然后时间又都青春又都耗费进去了。你现在呢？你那个男嘉宾还在吗？那个不在了，就是彻底的不联系了。哎呀，赶紧去对碰吧，小姐啊！你在这个公司里边，你觉得你自己在职场上的技能真的提高了吗？是真的提高了的。好，那么我就建议你啊，不要跟这个人搞，知道吧？因为他能够付出的特别特别的有限。我建议你呢，真的出去到职场上面再去看一看，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市场价值，或者说哪怕就是略微的向下走一点也无所谓，因为你们有一个投入的一个性价比的问题。因为实际上你在这个工作里，你每天要超过12个小时，你对这个人还会有一些精神上的压力跟负担，他还会对你有一些精神上的操控。其实这个再根据你现在拿的这个米，你去到一个别的公司，如果你确确实实是有一定的职场竞争力的，哪怕你把年入50降到年入30，可能都是划算的一件事儿，知道吗？然后你在年入30的岗位上，你再看怎么为这个公司去创造效益，拿到更大的结果，其实这个才是一条正路。而且我不是说从道德上评判的正路，而是说从你未来的晋升路径上发展上，可能这个是拿更大回报更大结果的一条路。然后我现在还有就是因为昨天我是跟他说了分开了，然后他就假装没看见，然后今天又来哄，就是我在想我是不是，我跟你讲啊，你们呐，只要我决定，最重要的在哪儿？最重要的在于我下决心，不在于别的。因为你如果不下好这个决心，你就会永远都有一根胡萝卜，明白吗？决心很重要。我自己想明白这个事儿，1、2、3、4、5，那么我就走吧，我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的更多的瓜葛牵连，因为那些东西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把我自己的想法想明白，我把我自己想要的，我的目标，我的方向找准，然后再来看我的动作。其余的他怎么说怎么做这都是边缘化信息。明白了。因为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今天才23岁，我可能还能跟你说，要不你可以再等一等，后撤，看他起跳，看他能不能补偿一遍。但是你30了，你要知道，在你这个年龄阶段啊，如果你在雄竞上面不找到抓手，你跟这个男的是跟不出大结果的。你要看明白这件事儿。我给每一个人的建议一定是根据你们现今的这个基本盘来跟你说的。是的，这个男的能够给予你的付出极为有限，他不能够改变你的阶层，改变你的命运。他能够给你的东西是你自己在职场上面是可以触达的东西。但是你走那条路，你的竞争力是不断上升的，但是你跟他在一块儿得不到那种翻越阶层的结果，还有可能导致你的竞争力受限。对，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你要想明白，我这一步走出去了，没有回头路的。明白了，谢谢。很清晰，就是跟我的想法其实是一样的，就只是需要您坚定一下我的想法。该去对碰好吗？你该去找工作啊，找到合适的男的结婚也可以，稳住自己的情感状态，有一个男的能够跟你共同承担生活当中的开支，你自己再去闯事业一点问题都没有。明白，好吧？好的，谢谢。好，就这样啊，拜拜。拜拜。我跟你们说，很多时候啊，你们看似在一个职场里头是通过男女关系拿到的结果，看似，但实际上我告诉你们，如果你在一个职场里，一个老板能够给你比较高的收入，一定不是因为你们的男女关系。你们记住了，
你们把这一点给我记死记牢，知道吗？这个里边最多20%是跟男女关系相关，最多20%是因为这重男女关系给到的溢价，剩下的80%都是你的劳动成果所得。你们千万不要被这个烟雾弹迷惑了，明白吗？你一定要知道，今天你只要走出这个地方，这20%的泡沫没了，你依然能够拿到那个80%。即使在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或者说从低一点起步的情况下，70%问题不大。你们一定听明白，因为我一路都是老板过来的，我自己是一个连续创业者，我非常非常明白每一个老板的心态，知道吗？一个脑子清白做大事的老板，他要的一定是一个能够给他创造效益的人。如果说他是一个就因为一个男女关系，如果说他因为男女关系跟你给米，我告诉你他会怎么做，他不会让你参与他的经营管理，因为你进来是多余的，你很有可能不能给他帮忙，你还会给他帮倒忙。听得懂这个逻辑吗？如果我一年要给一个人100万200万，完全是因为男女关系，我不会让你参与插手我的工作，知不知道？我一旦让你在这里面深度参与，我甚至让你一天工作12个小时，那么我给你的这个米一定不是因为男女关系，一定是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上，我认为你为我提供了巨大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里边它掺杂了一重什么东西呢？掺杂了一重叫做忠诚度。我认为我之所以能够给你那个20%的溢价，不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有这个关系，是因为这个关系，我认为你的忠诚度高于其他员工，我认为我跟你之间的利益绑定程度高于其他的员工，我不敢交给别人的事情，我敢交给你干，所以才会存在这个所谓的20%的溢价，懂了吗？如果说我对你80%都是男女关系，我不会让你参与我的工作，我最多带你出去参加个饭局，那到顶了。我不可能让你到我这里边来，还给我搞1、2、3、4、5，让你抓我点把柄，或者在这里面讨点闲，搞点事，不可能的，听懂了吧？所以说，大家在任何时候在职场里面就是这样，首先想一想自己为这个公司创造的价值是什么。不要模模糊糊的莫名其妙的搞了一个男女关系，然后在这个男女关系的过程当中还以为老板给的这个米是因为男女关系获得的。你们记住了，最多有20%的成分，听懂了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这个熊猫特效好可爱。Hello， 你好。哎，你好，曲雪。哎，你说。听得到吗？啊，你先出去一下，你10分钟以后再进来。稍等一下，不好意思。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基本情况吧。我首先呢是在3线城市，今年31了。然后目前呢是在做工程，因为这个你也知道，就市场就不太经济。然后就收入不稳定。完了之后呢，我的这个男1号，他呢是在体制内，家里也是大苹果，他年收入大概是在20，然后在一起1年半，给我花了50，其中呢35是让我打了借条，说是那这就不叫花啊！首先啊，你是不是听我们直播的铁粉？我们1不谈借，2不谈改啊。明白。这就不是付出，那他就给你付出了15个。然后借了你30个，咱们这么聊啊。行，好，接着说。然后现在的车呢也对，车有50，但是不在我名下。
目前我现在的这些经济来源呢，都是他给我的。然后他跟我隐瞒了23。第二个呢是他说是离异，前面说是没有不要违规啊。明白。前面说是没有扯快乐证，但后面呢我又发现是扯了快乐证，他就接二连三呢就不停的在给我就释放这个底线。然后第三个呢，在外面带了一个女球，这是我后来看他的手机才发现的。你现在讲的所有的这些都是这个1号男嘉宾是吧？对，是的。好。对。完了之后呢，就是也态度也很诚恳，也跟我坦白了这个所有的事情。当我知道了他有这么多的这个就是带球的经历，他有两个球了，分别都是不同的生产线，所以我现在心里接受不了。对，心里接受不了。然后就是跟他在一起这1年多吧，就原来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冷暴力，后面呢断联过1个月，1个月之后又联系上了。所以呢，我现在我的问题是应不应该再跟他继续？如果说不该的话，我怎么样就拿到更多的米？你为这种事情起跳，然后让他把那个就是说借给你的35直接变成赠与，不行吗？有尝试过，但是他说现在房子呢，因为我们原来是往这个近5一城的方向去谈的，然后他也买了房子，今年呢就正在装修，因为他自己不想靠着他爸妈嘛，所以都是靠他自己。然后他就我是知道他身上是没有多余的现米了。他不是给你借了35个吗？对，就是因为给我借了之后，因为他一年我说让他把这个变成赠与，我想得到的结论是你们2个拜拜，不是你们2个继续。对，他不同意，有聊过，就是我试探过。不同意的点是什么？不同意的点是不能把这个35变成赠与，不还是不同意拜拜？不同意的点是什么？他不同意跟我拜拜，他之所以对，我想聊的是，我只是让他先把这个变成赠与，拜拜我以后再说。我现在我跟他掰，他肯定不会跟我掰呀。对，只是说你1、2、3、4、5被我发现了这个事儿，你必须得有赔偿方案，做出补偿措施。我跟你聊的是我要跟你继续为前提的补偿措施。对，但是这个补偿措施做完，你自己再规划一个时间，还是得掰。是，因为这个男的是个多偶男。对，听懂了吧？对，所以我也接受不了他多偶，但目前吧，又基于就是年龄的这个焦虑，又没有太多的可选性，所以就只能就先把它当一次性杯子先持有。我不认为这个男的应该持有，我认为你如果持有着这种人，你没有办法去找到下家。我认为就是应该35拿到手以后，然后最多过个3个月就拜拜，然后你就要找下家了。这个男的如果说你拿在手上的话，他对于你的时间精力方方面面的占有，你是不可能去找别人的。你这个说到我心眼上了，就是所有的时间都跟他在一块，然后还要帮他带孩子，我这个就心理压力很大。真的是带孩子，真的是脑子有坑。你自己1年挣多少啊？我其实也是疫情这3年才起来了，平均1年100以上，但就是因为你都1年100以上了，你跟他裹个毛线呢你？因为他们家是体制内，靠着他的一些关系，所以也帮了我一些，就是给了我一些便利吧，只能这么说。多大个便利呀？你这1年100里头有多少便利是他给的？只能说找了一些关系，但是不是很多。别扯淡，别自己给人上滤镜是吗？不要为了自己给自己洗脑，给他上滤镜，好吧？他给了你多大点蝇头小利，你自己心里有数，好不好？是多倒不是很多，但是就是很焦虑，就是现在基于说家里这个，又想说我跟他就是在一块嘛，毕竟我自己也是扯过快乐证，然后我自己也有过3娃嘛。你有3个娃？对。你有3个娃？对。你都是跟一个人生的吗？对，都是跟前面那个。你前面那个很有钱吗？我前面那个没有，那是因为我第一次嘛，然后也不懂，然后第一个谈的，然后就是身体也是比如这种艺人体质，所以就。然后这3个娃都是跟你吗？
没有跟我，都是跟前面那个。都跟前面那个是吧？你平常也不用管太多是吧？就每个月会给一点点，就是这些赡养费，然后对会陪伴一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你还琢磨个毛的走婚恋呢？你神经不正常啊！你属于是，你现在自己有过婚史了，又有这么些娃了，你自己还有事业，你就好好搞呗，你就冲事业搞呗。孩子呢？你跟我聊什么婚恋？我这个年龄了，你啥年龄？你的世界大事都被你办完了。所以我就比较纠结。你纠啥结？你这个事情里面一点纠结点位都没有。你纠结什么？你这个事儿里，这男的是个多偶，挣的也不多，给的也不多。你跟他在一块还影响你发挥。万一你要遇到个大哥，遇到个大佬能跟你搭项目呢？你这男的还影响你发挥，你有什么？不是你纠结的点是什么？纠结的点就是我跟他还有在谈没有完的项目，然后这个项目还能给我带来一些收益。多长时间这个项目能结束？估计就像你说的2-3个月差不多。对呀，那不就结了吗？那不正好，跟我们的时间线完全吻合。对，那如果说到时候就是这个项目一旦结束，你看我应该以什么样的理由跟他结束会比较好，比较合适？不需要理由，他这种1、2、3、4、5搞那么多的，随便找个点位起跳，我受不了了，忍受不了了，再见。那其次是这35说要提出让他给我补偿的这个时机，我应该什么时候跟他提会比较合适？你现在不就提了吗？你还要什么时候提啊？现在不就是看到他这1、2、3、4、5的事儿，你就赶紧说，我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如果你还要跟我2个在一起的话，你得把这35变成赠与，要不然我就不跟你在一起。他要是不同意的话，我是不是还得把这35给他还回去？那肯定是要还的，未来总是要还的。那我能不能就是先拖着，就是如果说实在拖不过去了，我再还？因为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事情，毕竟跟他在一起1年多，拖着呗。哎呦，你拖着呗，这谁管得了你呢？然后拖着再去找下家是吧？你拖人不要拖，人呢2、3个月项目做完了，赶紧上火。明白了。那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其实我还是蛮想走婚恋的，就是你是建议是不要再走婚恋了，是不是？哎，我跟你们讲话真的费劲。我不是说你建议什么走不走婚恋，我是说你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不停的动脑子，不要占用你的精力。这个占用精力划不来，好不好？要是有个男的1年跟你给100，你跟他走婚恋我也没意见，好不好？好，谢谢曲曲，终于把我解开了，好，谢谢。没其他问题。我是把你们解开了，你们把我搞打结了噻。我把你们解开了，你把我这脑子都搅糊了都。哎呦，这婚恋到底不是你们在婚恋关系里到底得到啥了呀？啊？你们在前面一段婚恋关系里到底得到什么了，让你如此的执着于此啊？你们的生命当中到底是看到什么样的东西给了你们触动，让你们觉得这个婚恋呐，这结婚这张纸啊，对于你们来说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追求？你们到底是看到什么了呀？我真的不明白啊！怎么就这么有执念？怎么就这么执着呢？人的一生难道不应该以快乐、平静、舒适为前提吗？不应该以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为前提吗？到底以什么为前提呀？以婚姻的形式为前提，哪怕这个婚姻就是稀巴烂、一地鸡毛、屁也没有，也要哪怕这个婚姻就是让我们两个人每天恨不得要掐脖子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婚姻的形式必须存在。哎，我的妈呀！快，我们把空调开低一点。热死我了！你们把我搞神经了，算了好不好？真的，你们都是敌军派来的间谍呀，属于是。
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学习我们珍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1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来，我跟你们讲，我那个肋骨疼肯定就是被你们气的。我那个肋骨疼肯定就是这个气在这岔气了，被你们气了。这个前面不是连过吗？断了。嗯。Hello， 你好。听到吗？你好，你说。那个，其实我非常喜欢你，就是我今天已经是第4次来找你连麦了。我觉得我之前每一次跟你连麦都非常有收获，但是今天是我就是最难过的一次，然后我特别需要你的指引。就是我复盘了一下，我最近对自己做了一次复盘，就是我16年的时候就已经北漂，然后去北京学舞蹈，后来毕业之后我就尝试过直播，然后尝试过去代课干嘛的，但是我觉得挣的都太少了，没有办法满足我的生活需求。后来我就经朋友介绍之后，就17、18年的时候，我就在北京的上 K 里面就跳舞，按支收费的那种，然后就一直那么混着，然后就过收入还不错。然后到19年的时候，我就认识了 A， 那个时候是在网上认识的，他是委内的，半年我们没有见面，他付出了50个，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点上头，他就非要跟我见面，后来我就同意了。见面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年纪太小了，不应该就是乱七八糟的搞，让我去跟他回上海，然后去那边读书，我就同意了。然后他也给我置办了一切的手续，然后包括所有的费用。然后本来我读书读得蛮好的，突然就大概是到那边1、2个月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他觉得我们应该还是分开，他说我年纪太小了，他说他的情况不适合我，觉得我应该有很好的未来。这中间就一直我就读我的书，然后他就做他的事，也没有太联系了。直到口罩之后，然后他爸爸是做房某产的，然后资金出了问题，他就把他自己的现金流贴到了上面，后来他就给我的就很有限了。然后一直是到去年的7月份的时候，他又找我，他说他可以帮我从银行里面，然后就是拿本金出来做项目。他说因为他是苹果，他没有办法用他自己的身份，只能用我的名字。我觉得风险太大，我就拒绝了。我说但是然后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其他的生意可以带我赚点钱，他就帮我介绍了他一个朋友，我往里面当时是投了70，后来到年底之前就已经回本了。然后每个月的话，到现在为止差不多有将近10左右。目前为止，单看这一个项目，我从这中间已经拿到了超过了130万。然后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手上的钱差不多了，我也觉得我学历什么各方面确实有欠缺，我就觉得我要去枫叶国读书。我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他说那边太危险了，他就不支持我去。我说我要落户，他就说让我回上海帮他做他现在正在做的生意，然后他说多挣的那个钱可以用来交税落户。不好意思，就是用来纳税落户。然后但是我回来之后，他就是以说他现在做的这个生意里面的人品就比较差，心机比较深，觉得说不想让我被欺负为理由，说他要把这一切关系全部理顺了都给我。我说那你叫我回来做什么？他说你不要着急，他说交给你的交接需要时间，在此之前每个月就是那个100万的税的这个米他就会给我付，就平均差不多1个月4个 W， 然后这个钱他已经给我2个月了，目前也是每个月持续在给。那么我今天会觉得很疑惑的点，是因为前2天，然后就这个业务上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处理，他把资料发到我这里，然后我拿到了他身份证、户口本、房产证等等这一系列的资料。我突然发现，就是他20年的时候，他有了一个球，然后那个球算出日期，就是第一次跟我约的时候，就是那个球怀上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之前我就觉得他，因为他没有球嘛，我就觉得只要他变好，我跟着混，然后问题也不大，然后他的财务和账包括章都是放在我这里的，我觉得他能把一切放到我这儿，他就是准备好了给我的份额的。那么这个球一出现，我就觉得格局完全不一样了。我算了一下，就我每个月通过他，如果说算上这个4的话，每个月将近是15个。然后他目前的精力主要在处理他爸房某产那边的就是产证，然后包括银行融某资的这些问题，然后这中间所有的有一些
操作这些东西也都是从我这里过的，我也都是知道的。那么我现在如果说我还想在未来长期的从他这里做到对我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话，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应该把重心放到哪里？没有，本质上这个事情没有更改过呀，没有变化过呀。这个球都是20年的事情了，从20年到现在，你们也一直都正常的在进行啊。这个球没有更改过你们之间的局面呢。你现在是受到了这个信息的干扰了，这个信息本质上来说没有区别啊，对你来说。因为之前的时候，就他现在做的这些就是产证，包括融母资这些东西，就是可以预见的，在未来半年以后会有相当大的一笔钱，因为那笔钱的评估价是4000万，然后到手之后处理掉所有的东西，差不多能最少有1500到2000万，然后他也是准备拿这笔钱跟我一起做生意的，所有的账也都在我这。那我就觉得我们2个人一起做这个事业，没有就反正挣多挣少都是我们2个人的，他就是比较擅长打关系，我就是处理细节的东西，我觉得挺好。但是突然有个球，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只是就是他其实是这些东西都是在给他儿子拼家业，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因为我们2个又没有所谓的就是分享协议的这些东西。No， 停，你知道吗？当你试图把这个球考虑进来的时候，实际上是你的心目当中萌生了另一种想法，是你以为你们2个人可以作为情感上的终身绑定的关系，是你错误的定位了。本质上这个事情对你们之间的格局从头到尾没有发生过变化。你的内心当中有一个潜意识，认为你们2个人只要这样绑定下去就能一直走，这个是错误的。那我现在应该做的是什么呢？什么都不用做，还是按部就班按现在这样来就好了呀，就没有这个事儿啊。这个事你看到了不看到没有区别，当它不存在就完事儿了。就是我不需要考虑说，就是我们2个继续就这样做项目做下去之后，然后我拿不到我该拿的份额，对吧？你会拿到你该拿的份额呀，为什么要拿不到你该拿的份额呢？这个男的这么多年他讲的什么事儿他又没有兑现呢？那没有。他一直以来他的行为惯性里边，什么东西是他说了没做的呢？他没有啊。那你觉得，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你这句话，你说就人要从自己过去的生活里找经验。那我就复盘我的人生，我就发现我这么多年其实我1天班也没有上过，然后我就认识这一个男生，然后跟他也没有发生过，然后一直就到现在，我现在都已经25了。就是说，那如果说这些东西都正常的话，我接下来又该干嘛去？你跟他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生过实质性的是吗？对，从来没有。那你这是遇到一个贵人了呀。我觉得你把你后面说的就是说他说的这个项目的资金拿到之后，你还是该怎么读书怎么读书，该怎么提升学历怎么提升学历，该怎么搞事业怎么搞事业啊。我是想去读书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跟我提的就是交税然后落户的这个事情，那这3年之内我是就不能有海外的读书的经历的。没有关系啊，3年之后再说呀。你现在不是等着那笔大的下来吗？你就继续按部就班的搞就好了。然后就等这个落户落完之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跟你讲啊，你实际上这么多年，你到底有没有真的给自己搞一点技能在身上？你有学什么东西吗？没有。对呀，一直都在。你躺在家里干什么呢？我中间就一直在打游戏，然后在玩，然后中间还认识了一个男的，然后也网恋了半年，他又给了我80个，然后就又掰了。我对你的建议是，你还是要把自己的真正的技能的东西要往上搞一搞。你要读书，你可以在国内读的，你不一定非要去国外读的。你要读什么东西，国内都可以完成的。就是我现在应该找一个国内，然后不影响我的这些纳税社保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去。你就在上海读呗。行，我知道了，谢谢。我就今天主要有点担心这个，我怕就是事情不按我想的方向走。谢谢曲曲，谢谢。好，就这样，拜拜。你们呢不要羡慕，好不好？就是人各有命啊。所以我才跟你们讲啊，选择大于努力呀。选择大于努力啊！你碰到了一个好的人，你碰到了一个伯乐，那他就会一直帮你。但是你碰到的就是个稀巴烂，你就赶紧换个地方再碰碰，知道吧？不要碰到了一个稀巴烂，就在这个稀巴烂这里不停的想办法，
这就是纯是耽误时间，明白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上啊，总是有好人有坏人，对吧？总是有大方人有小气人。我们一定是，我上一场跟大家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大家还记得吗？大家再把这句话扣在公屏上好不好？把这句话扣在公屏上。我们的人生80%的时间在瞄准，20%的时间在射击，明白吗？我们的人生80%的时间在瞄准，20%的时间在射击，这是我上一场给大家讲过了的，对吧？所以说不要就是急吼吼的，总是看到一个什么，哎呀就被他的光环迷惑了，哎呀就被他的羽毛迷惑了，这个是不对的。真正赚大米的人，其实一定要学会等待、忍耐，在等待、忍耐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去扩容，知道吗？走出去，读更多的书，见更多的人，走更多的路，进行更多的对话，吸纳更多的认知，然后做出正确的选择。一旦我选了，我就能够平步青云。懂了没有？是这个样子概念。只是说有的人他是有运气的，那像这个姑娘，她确确实实她人生前面她有运气，对吧？她遇到了这样一个人，但是如果说她不提升自己的认知，不扩容，不做这个扩容的动作，那么未来很有可能她靠运气赚来的米，就会靠实力把它赔掉，这是绝对的。我告诉你们，人呐，他最终一定会认知归位，价值归位，知道吗？你手上拥有的最终一定会跟你的认知成正比，一定会。所以说我们无论是因为运气还是因为实力拿到了结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不能停止这个扩容动作，否则如果你的物质跑得太快了，跑到了你的认知之前，那么最后迟早有一天你就会被自己的愚蠢绊到脚，然后你的财富就归位了。就是这样，这些事儿啊我都是经历过了的，知道吧？我也是经历过这个认知归位价值归位了的。所以说呀，我语重心长的跟你们讲，明白吗？不要懈怠，好不好？不要因为自己的运气或者自己一时找到了赛道或者怎么样，然后就松懈了自己的这种瞄准的能力。我们一定要充分瞄准，瞄准什么？瞄准我的信念，瞄准我的目标，瞄准我的方向，瞄准我这一生想要完成的最大理想，把那个点位给我瞄准。然后你每天，无论你在做什么，实际上你都是在朝着自己的方向在行进的。在这中间，什么时候能够让你更进一步，什么时候让你产生质的飞跃，这个时候就等机会就可以了。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宝宝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小周，说话。小周说话。
听不到啊，来下一个来。下一个，男的不能连的，男的要连的话刷华子啊。我们是娘家人，但是呢，我们是娘家人，所以说我们不给男生出主意。但是当男生的米花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也能当你的娘家人。我说了的，我没有原则，我所有的原则都有被打破的价码，好不好？我们整个服务系统里头没有给男生服务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是男生可以进的，叫闺蜜圈。闺蜜圈99%都是女生，但是还是会有那么1%是男生，因为只有闺蜜圈可以对男生开放啊。男生花米也是可以，是吧？因为闺蜜圈都是高净值，那男生进来以后，我们高净值的女生也喜欢跟高净值的男生一起玩。我们现在好像闺蜜圈里进了第3个男生了。好像今天好像迎来了第三位男嘉宾。是可以听得到吗 Hello， 你好。Hello。哎，你说。我今年25岁，我们在 YC 认识了一个大佬，认识了已经快1个月，目前他一共付出了19个，刚认识的第3天他付出了12个，然后我们在一起了1周之后，他有次发现我去上班，我说因为我有外债要还，一共7个，他提出替我还清之后分手，然后给完之后我就哄他，把他哄回来了。最近关系比较平淡，然后他是每天都会查我的位置，然后见面会翻我的手机，然后我也会看他的。然后我发现他和别人也有联系。昨天晚上就是和他吃完饭之后，他发现我最近凌晨和朋友出去玩了2次，然后又要和我提分手，然后现在就是把他哄好了差不多。我的问题是如何稳定这段关系走向长则，如何让他对我加大付出，如何让他定期的给我生活费。你多大？25。你们2个人现在一共在一起才1个月吗？不到1个月，20多天吧。才不到1个月。现在见面的频率呢？见面频率就是几乎隔2-3天见一次，要不然就是隔1天见一次，看下时间。我跟你讲，你的思路啊不太对，知道吧？你的思路不太对，为什么呢？你们本身认识就是在 YC 认识的，对不对？在 YC 认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就是一段需要用米去维系的关系，明白吗？因为所有来 YC 的男人，他都有这个意识，都有这个认知，他知道一段关系是需要用米去维系的。站在你的角度，应该是倒过来的，应该是他付出，那么你就不停的给情绪价值，他什么时候不付出了，你就回去上班，这个才是应该是你的逻辑，而不是你想着说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关系稳定住，怎么才能让它长则。我告诉你，你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说明你极度缺乏客户。在你极度缺乏客户的时候，我们上次讲过了的，我说让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身上进行持续高投入的三个条件，3个条件你必须达到其中1个条件，另外2个条件也不能没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听过，对吧？其实呢，第1个条件叫什么？叫高光环，对吧？第2就是高价值高光环。第2个条件叫做高共鸣，对吧？强共鸣，绝对共鸣。第3个叫做绝对10点半。你这3件事其实呢，你应该维持的是你的第1件事。我们不是说这个就是说 YC 叫个什么光环，但是你起码要给人的感觉是什么？给人的感觉是任何时候如果他降低付出了，那么你马上就能找到3、4、5、6、7、8的下家。而不是你现在才1个月不到就坐在这里开始想，哎呀，我怎么能让他什么变成长则？你这个想法这个思路就已经偏离这3条的轨道了。明白了。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有别的人，然后1个月给我5个这个样子。不是，也是在你听我讲啊，你们这些姑娘啊，本身从这个场子里面出来的那个思路都是错的，知道吗？就是他一上来他给你这么多，他跟你聊，这个时候就得聊明白，要不然你出来干什么呢？懂不懂？就是他让你出来的那一瞬间，这个事儿都得1、2、3、4、5都得聊明白了。就是你说的什么能不能持续的生活费，这个那个都应该是出来之前聊的。如果说聊不明白，那么你就让他再考虑考虑，
懂吗？他有说过，就在一起之前有说过是按月付出的。按月付出多少呢？付出7个。7，然后呢？每个月几号啊？这个没有说，他当时说的是20号要给我第一个，然后后面提前了嘛，给我。我跟你讲啊，所有的东西要往细了聊，懂吗？还有就是我们任何时候啊，一定是你现在其实，在 YC 它是一个场，就是它是一个平台，你是因为在这个平台之上才会有这样的人看到你，对吧？对。任何人要离开一个平台，应该都面临着一个叫做买断费用，懂吗？我懂。没有这个买断费用，你们动不动的就跟人跑了，动不动的就跟人跑了，这就是说明啊，你没有遇到过他给出这种价格的人，明白吗？对。因为投射到他的心里，他的独白就是这样的。我一跟你说这个事儿，你就能跟我跑，说明你没有遇到过我这个开价。明白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不用怎么办，正常相处呀。你现在还是正常相处，正常给情绪价值就好了。到了该给生活费的时候就提醒他呀。那我还要回去上班吗？不用，暂时不用。什么时候他的这个米，如果你跟你的预期不一样了，就可以马上回去了。主要是我在这边就是也是个过渡吧，因为我明年还要出去读书。你看啊，你明年出去读书需要花多少米？要花100个。 OK， 那么你出来的时候就应该跟别人聊，你说我明年要出国去读书的，你能帮我付学费吗？对不对？没想到这。对呀，所以你们有的时候就是你们呐，就是哎呦，你们每天在上那个班啊，脑子都不在线，知道吧？就属于脑子都不在线，老是想着，哎呀，这个人给的挺多走吧，那个人给的挺多走吧，这人哪能这样呢？明白了。这个关系我还要就是说，像他一样说不回去上班，然后继续和他维持吗？我说了呀，看这个呀。好，我知道了，好吧，谢谢。好，拜拜。拜拜。对吧？你直接，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就应该怎么，就是跟人家一跟你说就这么聊。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是，我想在这里面种米，挣到我出国读书的米。对吧？人家一听，我靠，这女孩有志气，有上进心。你在这种聊天的过程当中，你还能吸引到伯乐男，对吧？他如果真的想泡，他说那我帮你出呀。你说可是我出国需要100个 W 呢，对吧？然后你再看他怎么说呀，对吧？他说那我给你给呗。你说那你现在就能给我吗？你现在就能给我的话，那我就跟你在一起，对吧？这话不就顺出来了吗？对不对？你们老是自己吧挣的也不少。然后呢，一听到这个男的，哎呀，我给你1个月给7，我给你1个月给8，你跑了。我告诉你们，在超1线城市，如果一个男的跟你聊，说我1个月给你给7个，1个月给你给8，你想都不想跟他跑了。这男的心里马上想，妈呀，这个女的一看就没行情，懂吗？人家想的是什么？能在这种地方上班的，人家觉得你1个月要做得好一点的，这基本上都20往上，对不对？这个就是市场行情嘛，对吧？年轻的漂亮的小姑娘被大家都喜欢的都是至少1个月20往上。他给你考个7搞个8，你就跟他跑，他一听没行情，而且没有男的跟你说过这个话，没有男的想要把你搞出去。他一想还心想妈的亏了，是买亏了嘞，这买亏了嘞，价格买贵了，是不是还是这种感觉？你怎么能让人有这种感觉呢？对不对？这不就是自贬身价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我要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我跟你们讲，做主播的是一个逻辑，为什么呢？你们一定要相信一件事儿。信息是不透明的。你们有没有看前2天我们更新的一个我日常的一个视频？我发现大家其实还是喜欢我的日常的，对吧？但是我的日常呢，因为我们以前没怎么拍过，就是小助理啊他们都没有什么经验，拍出来的东西杂音比较大，我们后面慢慢调整。时候呢，我喝了点小快乐水，可能给你们的输出是很好的。就是我跟你们讲到一个词叫信息差，我说钱就是信息差。其实这句话呀，你们要把它理解透彻，你们这一生不愁吃喝，
知道吗？钱就是信息差，这一句话你们把它理解透彻。任何时候你一定要相信信息差的力量。很多时候你们内心之所以会胆怯啊，是因为你们以为别人了解了所有。比如说你说为什么他谈个7谈个8，你就不敢开口，你就不敢说我要10要15要20，为什么？你总觉得对方能够看穿你一个月挣多少，明白吗？你老觉得你们直播也是一样的，不敢跟大哥开口，对不对？大哥跟你说，哎，我一个月给你给10，你当我女朋友，你就不敢熬，你就不敢跟他说，那我一个月我怎么都得挣20，为什么你不敢讲？你以为那个比你有米的人，他能看透一切，他能看穿一切，他能了解一切，但实际上不可能。我告诉你，不可能。哪怕今天就是马斯克，他也有他聊不明白的东西，懂吗？他也不知道我们那个武汉的热干面卖多少钱一碗，哪里的热干面最好吃，懂不懂我的意思啊？任何的地方它都会产生无限的信息差，信息跟信息之间永远都是有壁垒的。你们哪怕跟再大的大佬上桌聊天，你都能给他聊晕，明白吗？只要你有这个，内心当中有这个底气啊。你比如说大佬他懂芯片，那我肯定不能跟他聊芯片，我跟他聊男女关系他聊得过我是不是这个道理？他跟我聊芯片，我跟他聊男女关系，他聊不聊得过我，对吧？任何时候所有的地方它都是有信息差的，对吧？这不光是产品跟产品，价格跟价格，质量跟质量，渠道跟渠道，同时在一个场域之内呀，你老是会有一种障碍，总觉得别人是不是什么都知道，别人是不是什么都懂，其实不会，明白了吗？我在这个地方做，你们哪怕今天做直播，直播间里的只有10个人不到，重要吗？不重要。怎么着呢？我就说我一个月能挣20个 W， 怎么？你觉得那大哥就不相信？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第一，他不可能24小时蹲在你的直播间里面看。你在 YC 里面上班，这个大哥不可能天天从头盯到尾，知道你上了哪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大哥，有什么样的大佬，对不对？你在这个地方做直播，哪怕你一个月就是挣5个、6个，但是大哥给你给10个，你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好多？不要慌，哎，遇事不要慌，懂不懂？首先把自己的心态调平调对啊，想一想，大哥之间跟你是有信息差的，他是不知道你一个月到底挣多少的，明白吗？你就要跟他说啊，你说那我们做直播的话，我一个月我怎么都能挣10几20的呀？你说而且的话，我不用跟别人有这种情感关系的，我觉得我现在是在做一件能让我自己进步的事情，我觉得我能够把我的直播越做越好，这个是我的事业。可是如果我现在去跟你谈恋爱的话，那我觉得也会影响到我的事业，对不对？话一抛，让他去想，哎呀，他到底能挣多少，我要给多少才合适啊，对不对？让你再跟他聊嘛。你说我也想过了的，我在做这个事业之前我就想了的。那如果说我不能一年挣到个200-300的话，我就觉得我做这个事儿都没有意义，都没有价值。你讲这个话，他内心里面会不会想，哎呀，搞了半天他的要求是这个样子的，那我怎么跟他聊？他的要求是1年200-300，合到一个月我一个月得有多少？你去留白，让他自己心里去脑补这个信息差，明白吗？所以我跟你们讲，钱就是信息差这一句话，你把它吃透，这一生不愁吃喝。那不光是倒手，这今天是吧？我导个项目，导个产品，导个什么的问题，不光是这个问题，它是体现在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我今天出去参加再大的局，再牛掰的局，我都知道我了解的东西，他不一定知道。虽然说他看起来比我有钱很多，虽然说他看起来比我有社会地位很多，但是他的知识面不可能360度无死角的覆盖，绝无可能。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做不到，明白了吗？你们一定要在有机会的时候啊，去打别人的信息差的部分，
让别人去琢磨一个他听不懂的东西，他不了解的东西。而且我们在讲这种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自信，明白吗？只要你自信，那么对方他就无法反驳你的输出，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他根本就不知道，懂了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啊，秋秋你好。你说。是这样子，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情况啊，先说一下问题吧。问题的话，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心态应该怎么调整，还有没有必要跟男嘉宾继续。第三个就是我接下来的一个方向。然后先说一下基本盘。基本盘是我现在在海外的一个算是一线城市吧，然后年龄是32岁，收入的话是年入50到100个 W， 资产的话，因为自己起步比较晚，因为28岁才硕士毕业，所以现在资产是100个 W。然后男方的话是年龄34岁，然后收入是40 W， 资产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个50左右吧，50 W 左右。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因为男方的性格是非常的不爱沟通，非常沉默，就是我们是交往了2年这样子，2年期间交往第3个月到4个月期间，发现他有 PC，就是之前的话有长期的 PC 的历史，然后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是比较震惊的，所以当时就感觉非常的不甘心，然后就是算是以戒也好，以什么样的姿态也好，就是拿了他10个 W。秃羊拔毛，对，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当时身边没有人，刚开始创业没有人支持，身边没有人支持吧。然后后边是生活中反正就是他也对我就是提供情绪价值比较多一点。就是生活上方方面面照顾的比较多。其实在遇到他之前我是没有婚恋需求的，我就是觉得无所谓。但是遇到他之后，我就是2年期间反复的拉扯吧，心里边就是慢慢的就是又有了对这个婚恋的一个需求。中间的话就是今年的3月份，也就交往1年半左右，就是提出来了那个结婚这样子提出来了进围城这样子。然后对方的家里边就是房子的时候又没有谈拢，就是他们支支吾吾没有说清楚，到现在我都没有太清楚对方的这个对房子的这个提供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他自己是依靠他的一个亲人在这边，就是自己个人是没有什么能力的。目前呢就是前一个月，然后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跟那个女生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他就是就是那个女的总要就是联系他，其实也是利用他，因为他在公司的关系，然后就是利用他，就是别人传了很多谣言，然后他之前把这个人已经拉黑了，但是前一段时间又把他加回来了，但是也没有发任何暧昧信息，但我感觉他非常的不尊重我，然后我也就觉得有一点想放弃了，就等于有一点起跳了那件事情，然后又压了他10个 W， 然后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后边我发现我在情绪价值上对他需求还很大，所以现在是非常拉扯的一个状态，不知道该怎么调整比较好。你在一个总资产只有50个 W 的男的身上拿了20个？以前的时候应该是有100个 W， 只是因为投入对我比较多，送了很多礼物。你说的总资产是包括他的房产吗？他没有房子。小姐啊，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你这种米怎么拿得住呢？你拿也拿不住呀！你要不就是想好了跟他结婚，我是特别想跟他结婚，眼睛一闭你就别扯那些别的了，好吧？因为什么呢？要不然你每1分钟都是在耽误时间。
对。你这样子的话，你最后要是我不想跟他好了，不想跟他掰了，我告诉你，他跟你打官司打到死也要把你的20个要回去的。因为他这个他没有要，他自己说他认栽了，他不要了。他不要才怪，他不要，我还不信他的邪了。你拿了20%的资产，他不要。目前是这样子的。你要想结，现在立刻马上结，1分钟都别耽误，好吧？不是，现在是我愿意跟他结了，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说有这样一个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后边也算是在我的管控范围内，也可以就是能让我因为现在创业真的非常艰辛，就是很需要这个力量。但是他现在不愿意了，他不愿意了，就是说他不愿意，但是还在跟我继续联系，保持暧昧的状态。他不愿意了是吧？哦，那这个20是有可能不要回去的。他不愿意了，你现在就是逼他呀，逼他接，往死了逼，然后他不同意，你说那个20个不还了，你要是不跟我结婚，你就这么聊。他现在就是说不还就不还。哎呀，那人家现在已经转移了，情感转移了，人家已经情感转移了。他说了不还就不还，让他写东西，不要空口不算。他没有任何，都是现金的，所以没有2个10都是现米，没有任何条子是吧？就是没有任何，全部现米，所有都是现米。那我看出来了，说白了就是你现在扒了人家已经不想跟你好了，就人家想止损了。他不叫止损，说白了他情感转移了，他现在有更好的目标对象、目标客户了，然后你已经被抛弃了，是这么个情况。差不多。我就建议你就赶紧走吧，真的。这男的本来也是够差的了，都差到什么地步了，都已经，真的这太差了呀，这个人。我还怕你这20个要回去，让你再降一降。你这20个反正也不会要回去了，人家也不想跟你好了，我觉得挺好的，皆大欢喜，一拍两散，没毛病。还有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都没有对婚恋的这个需求，然后现在我要是说已经32岁，然后工作又特别的忙，然后向婚恋方面去突破一下的话，因为我感觉我身边的人其实能有他这个年入40的 W 的人都很少，要不就是在玩的那种，就是好像所有的对对碰渠道打开呀，所有的 APP 打开不就完了吗？找同城的就好了呀，很容易的很。你们这种条件找这种条件的男的不满地都是啊。哎呦我的妈呀！就你们找的这种男的，什么连房子都没有？不是，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他有固定资产的情况下，你可以让他1年哪怕只挣个20-30，问题也不大，知道吧？不一定非要1年挣40。他连个房子都没有，这也太差了！就这样的人家不满地都是。他是后边跟了他的亲人，然后才慢慢有这个收入的，以前没有这个收入。我建议你把所有的软件都打开，知道吧？出去见见世面，行吗？别跟个井底之蛙似的。好的。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不太好的问题，就是其实我当时因为知道他 PC 的事情就是非常的震惊，然后就留了他很多的记录，就是这个东西都在我手上，就是说还有意义吗？你要干嘛？你要干啥？人家本来已经够穷的了，咱就别搞事儿了，好不好？真的，能不能有点怜悯之心？慈悲为怀，行不行？大家好了一场，人家也给了你20个，咱就别搞事儿了，行吗？好的，谢谢琪琪。好，就这样，拜拜。拜拜。你们怎么对世界万物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啊？人家就跟你好了一场，情绪价值也给了，10点半也提供了，20个 W 也拿了，自己都穷得叮当响，你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啊？能不能啊？能不能行啊？我跟你们说，其实我很有同情心的，我真的很有同情心的，我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些人挺不容易的。哎呦，把软件打开，你们会发现世界之大，知道吗？真的世界之大，什么样的人你都能找到，何况你们的要求还不是很高。你们不知道那个，你们看啊，就是今天前面有个连麦的，他说在软件上认识那个男孩子，那一听就是个高富帅，对吧？
我跟你们讲，高富帅都很多很多很多，虽然呢最后都是闹着玩，都不会有什么正经结果，但是普通人那就更多了，什么样的都有，大佬什么样的都有，知道吧？但凡是他有一点这种想要认识女孩子需求的，但是呢他平常可能他的机会啊生活的圈子啊打得又不够开的话，他就会想着那我只能用这个，而且身边的人都会给他出主意的，哎，那你去用那个试试啊。昨天我在吃饭的时候，隔壁一桌的女孩全部在聊他们在什么软件上认识的哪个男的，哪个男的是什么样子，在那分享照片，各种软件一桌子女生都在聊，你看这个男的他肌肉贼大笑死我了，你看这个搞金融的呢，精英男肌肉贼大，他说他出来的时候还带了一个男的，结果我没看上他，我看上旁边那个男的了，我硬着头皮坐在那，最后把旁边那个男的微信加了，我终于觉得今天这顿饭没白吃真的，我昨天一直听到我隔壁那个桌在聊，你们思路打开一点好不好？总感觉遇到这个男的好像遇到了天底下唯一一个男的一样，怎么想的？普男不到处都是啊，对不对？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姐姐你好。你说。关注你很久了，非常高兴能够今天跟你对上话。我今天是有2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我的发展路线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是帮我看一下这个目标。你戴耳机了吗？对对对，能听见吗？不要戴耳机啊。好。Hello， 现在能听到吗？好，你说。对，我先跟你说下我的基本情况。然后我现在是26岁，然后在超一线城市的一个985是读博士。然后我我是刚开始是走小大女主路线的，因为确实一直挺有事业心的。然后结果在读博过程中呢，发现就是和导师可能都有点想法，之后就和导师闹掰了。然后因为自己确实没大经历过事情，然后和老师闹掰了之后，我就开始参加对碰去想要走婚恋，然后结果发现就是就找不到合适的，而且还把自己的那个学业耽误了，然后现在就特别迷茫，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和您请教一下。好好学习呗，你学业耽误了，再把学业捡起来呀。就是感觉心静下来了。偷懒呗，人生没有捷径啊，小姐。就是觉得。就是现在就觉得时间特别的紧张，就是因为不知道是要赶紧找工作，还是说，就是还在学校里待着，因为确实和老师就当时关系没处理好，没有处理好，那么这个事就翻篇了。那你去找工作，你养不养得活自己？还没有养活自己，所以我现在和去对碰的时候，感觉根本就玩不过那些男生。所以呀，来，那个学习学不明白，工作收入没有啊，还要去搞对碰，完了以后又没收入，又没有一个那个好的 title， 你搞个毛线呢？你总得找一头吧。对，我现在不知道是抓哪个。找工作呀，先把你的收入弄起来呀。你先学会独立行走啊！你起码自己要不把自己饿死吧？但是还没有毕业困难，确实是。那你就别毕业了，你读博士，你总有个研究生文凭吧？这肯定不能放弃，读了好多年了也是。小姐啊，任何时候啊，学校、恋爱。都不是你的避风港，都
都不是你逃避现实的借口，好不好？对，那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是怎么做？你现在多大了？26。你认为你现在读博士要毕业还要读？就2年吧，1到2年。那么2年以后你能找到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再看。如当初你要读博士是为什么？当时读博士当然是想要进高校当老师，但是跟老师闹掰了之后，就感觉这条路已经好 OK 被自己堵死了。那么你就彻底死了这条心，直接出去工作，死了这条心不用读了。那家里人肯定不愿意啊。你不用管他呀，你先把自己喂饱啊，经济基础先搞上来呀。你走不了一条完美的路，好不好？你离完美差得太远了。我跟你讲，一个人呐，一个人的精神独立一定是建立在经济独立之上的。你没有基本的经济独立之前，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不可能成为你的救命稻草。那觉得和老师缓和一下关系可以吗？你有这个能力吗？我觉得有啊。那你有这个能力，你为什么不做呢？没信心了，就是现在。你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没有这个能力？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没有信心就等于没有这个能力。学业也不想花100%的力气搞，对吧？导师的关系不想花100%的力气搞，工作也不想花100%的力气搞，然后想着怎么通过婚恋走捷径，焦虑，这是错误的。你的焦虑来自于你的不作为，知道吗？好的。你的焦虑来自于你一直想走捷径，你不要以为你很努力，你一点都不努力。确实，你完全就是想走捷径。你当初为什么在读博读得好好的，拼命的想去对碰啊？你的时间跟精力能力都是有限的，你一件事都干不明白。好的，明白。还有问题吗？然后对，之前他们介绍了一个条件比较好的男孩子，然后见面的时候感觉还不错，但是每次一到那个网上聊天，就感觉搞得稀巴烂，就连约都约不出来，这也是就是个人能力的问题，是吧？我建议你把一件事干明白就不错了，好不好？先解决首要矛盾，其他的东西未来再说，好吗？好的，谢谢菊菊。好，拜拜。你们就是被家庭保护住了，我告诉你们，有的时候啊，而且啊，你们这种被家庭保护住了，还不是那种条件很好的家庭，真的不是属于那种条件非常好的家庭，也就是个小康家庭。一个小康家庭给予很多的支撑，然后让你走到这一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抗压能力，知道吗？老是想完了，我要进社会了，完了，我要进社会了，没有人保护我了，怎么办？我去找个人靠着吧，我去找个人挂着吧，是这种状态。其实你们别搞错了，好多家里条件非常好的那种啊，很富有的那种，养的小孩他反而不会这样，你们知道吗？他反而不会这样，反而他们的目标感非常强，因为他是从小耳濡目染的，他的父母在商场里面去打拼，或者在政界里面去打拼的时候，他是耳濡目染的看到的那种目标感，看到的那种行进状态跟努力状态，所以他会直接复制到自己身上，因为他的父母给他打样了。所以很多其实真的是条件非常好的家庭，他反而养出来的小孩，他的目标感信念感特别强，他的血性特别足。但
反而呢就是说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但是呢他们又用尽了自己最好，就是用尽了自己的能力去让这个小孩一直活在伊甸园里边的这种状态的小孩，他才会呈现这种状态，没有办法去抗压，而且呢他内心的欲望感又不够，知道吧？他只想赖着，他只想找个地方扒着，找个地方糗着，懂不懂？他内心的底层欲望又不够，因为真正的那种穷的小孩，如果是一手把他供出来的呢，又不一样。如果说是那种穷的，家里底子很差的那种给他供出来的呀，他内心的欲望跟信念感也会很强，因为他害怕自己没有办法让父母回本，懂吗？因为他一生都是扛着这种强压过来的，因为他父母不停的在向他展示他们付出的一切，才有了他自己的今天，所以他不敢不出成绩，不敢不出结果，知道吧？所以这两种啊，就是家庭条件非常好的跟家庭条件很差的，他往往都不呈现这个状态，他只有那个中不溜的，小康，也还可以，知道吧？这种家庭，然后呢，对于自己的小孩，自己小孩又是独生子女，对于自己的小孩呢，又有一定的溺爱在这个里边，然后又怕他过早的吃苦，但是呢，到了一个年龄，开始父母觉得自己撑不住了，又开始催，他们就会呈现这个状态，拉扯，特别的拉扯，对吧？又着急你的学业，又着急你的婚恋，他就开始拉扯嘛。其实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啊，人呢一定要真的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内核，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柱，知道吗？就是该跟原生家庭做隔断，就要跟原生家庭做隔断。这个其实是断奶，断奶，你们一定要给自己强行断奶。如果你们不给自己强行断奶的话，你们就总想着走捷径，总想着一不小心就赖住。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到最终都得学会直立行走，所有的人到最终都只有自己给自己负责，就是这样。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曲曲。你说。能听到吗？你说。我看了你很久的直播，特别欣赏你，我就今天找你连麦了。我现在现在的感情问题比较困惑嘛，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盘。我是那个3、4线小城市，就是我家是农村家庭，我父母是种地的。然后供我上的大学，我现在是普通本科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我就从事了直播行业，然后目前26岁，身高160，然后我属于小漂亮吧，还行吧，在台上也有60多万的粉丝，然后男方的话是90的，然后他是家族企业，他收入一年好像是100万以上吧。100W 以上，然后他认识我的时候，他说他是单身，因为他是第一次，看直播的时候就看到我了，然后第1个月就给我付出40个，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后面守护了我1年直播，然后付出了200个。然后我们在一起1年半，他私下给我买车转账。然后有100个，但是后面在一起半年，他又跟我说自己扯了快乐证。后面在一起1年，他又跟我说他没有扯快乐证。然后我现在后面我当时就觉得他对我这么好，然后各方面又很年轻，然后条件也不错，我就觉得就忍忍就算了吧。但是今年，然后我想着就是说我特别想跟他结婚嘛，然后今年3月份我就断播了，想跟他好好过日子。但是后面
今年6月的时候，他就突然冷淡我1个月，突然之间冷淡我1个月，然后后面6月份回来的时候，我查他的手机，发现他6月份跟 YC 女然后聊，然后给那个 YC 女买包、买鞋啊、转账之类的，然后我都查到了，然后我整个人情绪很崩溃，但是我就跟他说立马就跟他分手，然后我就立马搬家了，然后直接就偷偷搬家的，然后他当时就赶回来找我的路上，然后出了点车祸，然后车也报废了，然后人也受了点伤，然后当时给了我，当天他受了伤还是回来找我了，然后就给了我10个，然后当时我就觉得他这个样子那么可怜，我就没忍心分，后面又继续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重新恢复了直播。但是我重新回去之后，我找不到以前的状态了，我就感觉特别难，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8月份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没有断，然后我又继续反反复复的跟他闹，我还找了那个 YC 女，然后那个 YC 女跟我说，说我男朋友对她有多好，然后各种刺激我，但是我就气得把他打了，我打了1巴掌，然后打他，后面。他说我不要逼他，他说如果我再跟他分手的话，然后我又打了他，他就说要把我的车拿走，然后我就说你把车拿走吧，然后他后面又把车给还回来了，他又说他不拿，他就是想跟我好好的，然后今天我又跟他闹了，因为我最近精神内耗很严重，我又骂了他，昨天晚上把他骂得很难听，他今天上午一大早起来把我的车给拿走了，然后他现在就是然后我一直哭，他现在也不理我了。我不知道，就是这段感情我该继续还是该分手，就是我目前的情况。然后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条件很差嘛，我的起点低，然后我觉得我找到他已经是，就是已经改变了我目前的一个生活条件了，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很多。小姐，你这个事情里面犯大的最大的错误是什么？你觉得？我就觉得我情绪特别严重，我老是控制不住，我一想到那些事情我就特别难过。你最大的错误是在于你想嫁入豪门，你凭啥？我特别想跟他结婚。这是你最大的错误，认不清自己的价值，认不清自己的位置，喜欢幻想，这是你最大的错误。他的条件跟你的条件，你凭什么跟他结婚呢？他凭什么娶你啊？他娶你，他家里人能同意啊？他说他特别爱我，他重要吗？他可以爱你，可以付出，他也可以爱别人，他可以不是爱好多，但是他凭什么跟你结婚？你哪位？他说他会跟我结婚，他还去我家了，然后见我父母了。现在呢？事实是不是告诉你了？你有什么？我们首先听我是谁，我们任何时候一定是我是谁，你是谁，你有什么去匹配这个关系？那他是不会，根本就不会跟我结婚的。对的，绝无可能，零可能，明白吗？绝无可能，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可能性。可是他一直跟我说要跟我生孩子，他一直都跟我说可以有娃也不会结婚，这也是两条轨道，好吗？结婚是结婚，带球是带球，这两件事儿，好不好？带球也能直接上户口，好吗？那他为什么一定不会跟我结婚呀？你配吗？是因为我家庭，还是因为我自己？你方方面面来说，我刚问过你了，你的价值是什么？我现在帮你回答这个问题，好不好？你唯一的价值是你在直播的时候有那么多粉丝，那是你的光环，那个是你的唯一价值。你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特殊性，让一个这么有钱的年轻男生把你娶回去，他脑子坏了。你跟其他的跟你同龄的家庭条件不好的女孩子有什么本质区别？
人家也家里差，你也家里差，人家也是年轻漂亮，你也年轻漂亮，你到底跟别人有什么区别？你唯一的价值在于你还有直播那么多粉丝，这个是你唯一的价值啊。但是现在我直播也是靠他，但是我昨天把他骂了一顿。我想告诉你是，你不要活在你自己那个思路里头，你这个但是来但是去的，你就是不肯面对自己，知道吧？说白了，人家就是过来消费的一个大哥，一个消费的大哥，你把他当大哥也好，你把他当大佬也好，你把他当赞助商也好，你把他当 ATM 也好，不重要，他只不过是为了源源不断的给你提供一个现金流的渠道。但是你唯独把他当成了你未来老公，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当成未来老公，你的定位一错，你的动作就变形，你干涉了你不该干涉的东西，你管了你不该管的东西，你投入了你不该投入的情感，它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我那个时候断播，我就是想跟他好好结婚。你就是叫一厢情愿，懂吗？一厢情愿。凭什么跟你结婚呢？我再问一遍，你哪位呀？我以为他会跟我结婚，我还傻乎乎的断播，然后就好好的跟他在一起过日子。现在你不用以为了，现在你不用以为了，很清晰了。他可以随时随地为了任何一个 YC 女，随时随地为了另一个主播，马上可以跟你进行断舍离，这个就是本质，这个就是区别。为什么？因为他是客户。你没有为这个客户提供好的消费体验，你去干扰了客户的后院，你去把手伸到了你不该伸的地方，你让这个客户的消费体验变得非常之差。所以说，哪怕是多线持有，他不想持有你了。可是他一直在求和，一直在求和，然后我们好了一段时间。我又闹了，那不重要啊。求和的本质在于，他希望你能理解我刚刚跟你说的这一切。他是一个多线持有的状态，他希望你能清晰的把他当大佬，把他当大哥看待，而不是把他当老公。这个是他求和的目的。但是在求和之后，发现你不仅仅是做不到，而且你还会变本加厉，甚至于去打了他其他的线条。那么不好意思，一个多偶男这辈子最大的忌讳。就是有谁想让他独占，这个就是他这一生最大的禁忌。但是后面他当着我的面把那个 YC 女骂得很惨，那是因为他还年轻，懂吗？那是因为他现在还年轻，他只能通过先把这边扑灭了，再去救那边，再把那边扑灭了，再去救这边，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但是随着他的年纪的增长，随着他的富，随着他手上的资金越来越多，他到时候就会变得云淡风轻。你们爱吵吵，爱闹闹，爱闹闹，爱打打，爱干干，反正我搞我自己的。现在他之所以还会这样摆不平，是因为他还年轻。我明白了。那现在，那现在就是目前要啥也别走，啥也别管，啥也不顾，啥也别聊，啥也别说。等他找你，他不找你，你就继续直播，听懂了吗？不要主动啊。那他刚从我家走，然后把车给拿走了，东西不用联系，东西也拿走了，不用联系，断联。你下去1v1吧，好吧？那他下次你下去1v1吧，你下去1v1吧，好吧？好的好的。你们这是属于书读少了，知道吧？脑子完全是一片浆糊，没有社会经验，读书读的也不够。对于逻辑、人际关系的理解没有认知，没有判断，就这样的。我跟你们讲再多，你们永远都只能听到一个皮毛。其实我跟你们讲的东西，真正的聪明的、有智慧的女孩子，她再好好想一想，她就能知道我讲的东西是什么意思了，明白吗？对于多偶男来说，不管他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本质底层没有差别。底层逻辑没有差别，它可能会有表现形式上的不一样，对吧？有的多偶男他是全公开，有的他还要瞒一瞒，对吧？有的他还会哄一哄，有的会给情绪价值，有的不会给。但是多偶是他们的底层属性，多偶的底层属性就决定了他这辈子最大的禁忌性是什么？最大的禁忌就是在于
你不能影响我多。这个就是底层的底层，没什么别的，知道吧？没了，它只会有表现形式上的不一样。所以他对于他来说最大的安全感是什么？对于他来说最大的安全感是，这个女人无论我有多少条线，她都爱我，她都等着我，她都在旁边给我情绪价值，她都能理解我，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不离开我。这个对于他们这种人来说，就是一种最大的需求，明白吗？所以他们理解的爱跟你们这些女生理解的爱是不一样的。你们理解的爱叫占有，叫独占，在他们的理解里，你们的这种想法是自私，是愚蠢，是自己不知道几斤几两。他们理解的爱是包容，是接纳，懂了吗？是不管他怎么样，他都能回头，你都是他的港湾，这是他理解的爱。你们理解的爱的本质完全就是天差地别，对不对？所以说你们用你们自己理解的爱去看他，完全是看不明白的。懂了吗？你们什么时候有那么多米了，你也就能理解了。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我们叫做阶段性的隐忍，但是我是希望所有的女生能够随着自己的经济能力的提高，去提高自己的判断力、逻辑力、话语权。那么有一天你们就真的能够理解今天的男人为什么会这样，懂吗？当你们处于经济弱势的时候，你们是理解不了的。如果当你们就算处于经济强势了，你们还活在过去的那个传统思维里边，你也是理解不了的。只有当你的思维的进步跟上了你经济的进步，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的男人有这样子的，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思考问题，因为这个贴合他的需求，明白了吗？因为买方市场跟卖方市场决定了，贴他的人太多了，喜欢他的人太多了，他实在是既放不下言承旭，也放不下易烊千玺，明白吗？你实在是既放不下余文乐，又放不下陈冠希，懂不懂？因为你有选择权，你选择权上来了，扑你的多了，你自己实在是不想放弃。你虽然说你自己上吧，也有那么一丝一毫的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该专一一下？但是这个万花丛中，让你实在是停不了你自己的脚步，你最终放弃了跟自己的人性对抗，懂了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来下一个。想当芭比，Hello， 你好。你好。哎，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喂。听得到，你说。蛐蛐女神你好，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你，我觉得你是女性之光。然后接下来我又讲一下我的情况和我的问题。然后我先讲一下我的背景，我的话目前是26岁，颜值的话6到7分，然后我家里差不多1000W 左右，然后我也是一本院校毕业。基金行业目前呢是年入差不多100个 W 左右，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吧。然后男方也是我的老公，然后他是37岁，比我大11岁。然后他家里呢是有1到2个小目标左右，但是他自己是没有米的，因为他自己就是创业，然后自己是一点米都没有。然后我们是在我20岁的时候正常婚恋，步入围城，然后我们目前是有一个5岁的女儿。然后我们家里的情况呢，就我们2个小家庭的情况是这样子，是当初结婚的时候就是有200万，
有200W，然后是他家一半，他家50%，我家50%，然后这个钱呢就是都给我去投资了，然后目前呢也是通过几年就翻了1倍，翻到了400个 W， 然后我也是非常有信心，未来10年还能再翻4到5倍的。但是呢，在这期间，我的老公他投资是负200W，然后另外我在婚后还发现他在我孕期的时候 YP， 然后我就闹了，然后呢，就是有一套400W 的房子加上了我的名字，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在这几年之中呢，是因为他也没什么米嘛，所以我们家庭的一些支出基本上是平分嘛，然后可能我付出多个几十 W 这样子。然后去年的时候呢，是我的公公他就是要求我要再生一个儿子，因为之前不是一个女儿，因为他们家是几代单传，然后他给了一个条件是生就给300个 W， 然后我没有同意，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就是 YP 的事情还是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阴影，然后觉得就是他不够那么爱我，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10点半这个事情不怎么和谐，第三个呢是我觉得他没有给我任何的情绪价值，然后而且我觉得他自己也赚不到钱，都没有我能赚钱，都没有我能赚米，所以我就又吵架了，然后他们也跟我吵架，然后我们大吵了一架，当时都已经准备扯证了，但是呢谈好了之后我就又后悔了，然后我就回去求和，就主动回去求和，并且跟他们家，然后还有他说我愿意生，然后我们就和好了嘛。但是在这1年多里面呢，我就又感觉很痛苦，很痛苦，是因为在这1年半里面，我们就是完全没有10点半，然后呢，他就是也没有给我情绪价值，而且他经常还会就是说我只顾工作不顾家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还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就是我要不断哄他，然后第三个呢是就没有米，就也见不到米，而且我觉得之前就是公公承诺的那个米可能因为我主动求和了嘛，就可能他们也不会再给我了，所以我就觉得很痛苦，然后现在又在这个关口了，所以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还要不要生，然后还要不要继续这段婚姻。对，你们2个人没有10点半，你主动过很多次吗？我主动过就是主动说过几次想要，然后他就拒绝，然后他拒绝的理由也挺搞笑，他说他想报复我，因为他要报复我之前对他态度那么差。首先呢，这个男的他一定是长期是外面有人的。对，就现在我连这个我都可以接受了。你为什么要接受呢，小姐啊？你就是我刚刚说的，你挣了米，你要拿出自己的态度呀，话语权呐，你就让他滚呐。我就让他滚是吧？对呀，你实在是觉得反正现在这个事儿挂着也不影响你的话，你就出去玩，懂吗？你先把自己搞爽。女人手上有了米，第一件事首先是想办法把自己搞爽。他提供不了的东西，我找人提供。我很担心，就是万一，因为他就是其实我们和好的时候，我们还条件就是他玩他的，我玩我的。但是我现在发现他管我管得很紧，你不用受他管呢，你脑子呢？你为什么要受他管呢？他管怎么管？打电话发消息，不接不回，结束。管什么？好。那如果他告诉父母怎么？就是是啊，他当我的把柄，是啊，然后又闹到什么把柄？父母的什么把柄？什么把柄？大家一起摊开咯，你有几个，我有几个摊来。什么把柄？好的。他要扯快乐证就扯，懂吗？你们这个关系都没有意义，没有10点半，没有米，屁都没有，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需要有人管小孩，你可以请阿姨。对，但是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想的，就主要是觉得，就是因为我还有个女儿嘛，然后如果就是现在我这样子走了，然后他们家肯定会再娶一个，然后给他们家生儿子，那可能他们家所有的资产就是全部会。就是等于说我女儿就是没有份的。他们家到底多大的资产水平啊？就2个小目标左右。你们家呢？而且他们家就他一个儿子。你们家呢？
啊，你们家呢？啊，你们家呢？我们家是1000W 左右啊，你就图上人家那个就是背后的资产了是吧？对 ，OK。那么呢，我对你的建议是这样：如果你实在是觉得你放不下他们家的这个遗产，那么呢，你就咬着牙把儿子生了也行，看能不能走 DIY， 能走 DIY 的程序走 DIY， 走不了 DIY 的程序你咬咬牙你再生一个，但是前提是不能影响你自己的经济收入。对，这个不会影响。那么你就咬咬牙再忍一忍，好不好？再忍一忍，你把这个儿子搞定了，你再那个啥，行不行？师兄老师，然后我就想着我咬咬牙忍了，然后我再跟他该怎么闹怎么闹，该的跟他说滚我就滚。然后我想的是就是我忍的这个时候，我要怎么样才能跟他爸，就是跟他爸再多要点米过来。你就是哄啊，谁是老板你就哄谁就完了呀。你就是我准备生啦，那公公你之前跟我承诺的你得给我呀，就这样啊。好的。然后我就要去背了，我就开始背了，我就在家里逼他。你知道他天天不跟我好，鬼知道他在外面干嘛，但是不重要，反正公公我就认你，你跟我说的你给300，那我让我生的，我就拼命的在家里去逼他，他不同意也不行，就这样。谁给你谁就是老板，就这么简单，好不好？好的。好的，谢谢曲曲。好的，好，就这样啊，拜拜。怎么还有人问生了不给怎么办？肯定是先给了才能生，这话说的。那不给我能费这么大个劲吗？我那肯定是要先给呀。你搞这男的干什么呢？分批都没有的个男的，你就把他当个摆设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谁该哄谁，那个头我们是向日葵，懂吗？脸要永远朝太阳的方向，那个太阳就是给米的方向。是不是？我们的脸要朝着阳光的方向，你不要每天背对着太阳，那你怎么能绽放呢？你都绽放不了，对吧？你天天跟那个鬼穷鬼在对什么话？还什么他管我，他管得着吗？他真是，他管个毛线？他管？你只要把公公哄明白了，你每天不回家，他都估计都会把你没办法，知道吗？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点关注，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学习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EV 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们下播以后回复你们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可以听到声音吗？可以听到，你说。好的，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吧。然后我是今年23岁，然后是去年大学本科毕业嘛。然后是在工作的时候就是遇到，就是相当于是他是我的老板，就是我的上司这样子。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对他就是完全没兴趣的那种，然后是他向我示好，但是我当时是不太接受，然后可能相处了一个月的时间吧，然后就反正就在一起了。然后但是他的情况是他比我大16岁，然后是单身，是没有结婚的，没有那个没有进入围城的，不好意思 ，sorry。然后但是他有一个他是这样子跟我讲的，他是有一个女嘉宾，然后但是他说是关系就很不好，然后就快要就是分手的这种状况。当时我也是比较可能就是出社会比较少嘛，我比较单纯，然后我当时就信了，然后当时其实我还是很抗拒这个关系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也没有谈过这种就是还是比较健康的一个恋爱关系。所以后来有一次我觉得他提出来了，然后他跟我讲，他说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有公开的关系，然后他跟我讲的是年底左右的时候就有公开关系，然后他会跟那个就是基本上他们没什么联系，就快分手就要分手的这种状况，然后跟我在一起了1个月左右，付出了6W 左右吧。然后现在就是基本上每天他都会就回我这个家里面来，然后这样子。那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关系其实让我就是精神方面其实是比较内耗的。然后因为我觉得还是想就是情绪价值这些还是想要的比较多一些。然后他就是工作很忙嘛，因为就是他现在这个公司相当于是
刚刚怎么讲起步的一个情况嘛，具体他的资产我都不太清楚，然后所以但是他对我画了蛮多饼，就是包括带我去看房子呀，他对我讲就是可能就是买的房子，然后到时候都围起住怎样这样子。然后呢？有问题呢？我的问题就是现在我其实也不太相信他，就是说感觉他给我的感觉让我会有点觉得他是一个多偶男，然后但是我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那种刚开始可能还是会信了一下他的话，但是我现在就觉得后知后觉，我觉得他给我感觉其实也不是那种我想要的那种1v1的那种关系，然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他提出来或怎样，就是反正这个关系让我现在有点迷茫。迷茫什么？用这个解决你们的迷茫啊，好不好？你不要在这跟我稀巴烂的，在这跟我搞什么情绪价值啊！我们不吃这套的，吃什么情绪价值啊？不要情绪价值，不要情绪价值，不要饼，我就要这个，我就要你的真心。你有这个东西，对他什么东西都能摆得平，没有这个东西，什么东西都摆不平。你不要跟我讲他怎么画饼，他怎么那个，他怎么那个，只要你发现他跟那个女的1、2、3、4、5有来往，马上起跳马上就开口。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个流程。对，当时就是有几天吧，然后我觉得可能他就是，但他白天晚上都在我这儿，然后白天可能就忙着工作，其他时间可能我有些时候就是没有怎么联系嘛。然后他觉得那我有点不舒服，我就去找我喝了一次酒嘛。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可能就他吐露一些真心的，然后稍后他就对我不合适有付出的，然后对我保证，然后带我去看房什么什么的，然后但是就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是那只要我跟他说一点，然后他就那种对你付出一点的那种，就是让我感觉怎么讲呢？可能会就是让我觉得他对那边就是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就是按他说的那样就是分开或者怎样。他当然不会分啦，他如果会分，他就不会告诉你，你傻呀？啊？他如果要分，他为什么要告诉你？他默默的分了不就完了吗？他反正他白天晚上都跟你一起，他要分，他不直接分了就完了？他告诉你的意义是什么？我就是不太清楚。我告诉你了呀，告诉你的意义在于不分，告诉你的意义不在于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逻辑？他能处理，他不就默默处理了吗？他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对，你说的有道理。然后他跟我讲的是，就是年底的时候就动态关系嘛，因为我们就是很多就是东四的那些人嘛，他就跟我讲的是，就年底就动态关系，然后跟我讲到时候会就是给我一笔钱，然后给我做生意之类的。他最近就想一些米哈，不好意思。然后他就跟我讲，就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想，就是他对我的计划是他会给我开的茶社或者怎么样，然后就做这个，然后问我有没有感兴趣的一个行业什么什么，意思就是给我投一笔钱，让我去单独去做一个。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男的是扯过快乐证的？他自己讲的。他自己就闪4个月左右，他都讲得很那个4个月。我建议你呢，如果能拿到他的身份证号呢，你还是查一查，好不好？那个都是有的，都就是我都知道，然后照片什么都看过的。看什么照片？你是在那个某支某付某宝上面查的吗？不是的，就是真实的身份证号码，因为我们不是要去，对，我让你查这个他是不是确定扯过快乐证，或者说现在是单身状态。好的。不是相信他说的，也不要相信他给你拍的扯快乐证的证，没有用啊，那个东西淘宝上几块钱就给你做了。但是我见过，就是还有他工作环境中认识的人，还有那些他的朋友，就基本上都见过。见过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见过又怎么样？他别人能跟你讲。好的，这个是在那个哪个地方可以查到呀？自己去百度吧，好不好？好的。我建议你啊，到这啊，你就不要这么稀里糊涂的，好不好？最多3个月。房子或者车子总得到一个，到不了的话，我劝你就拜拜，好吧？
哦，对了，他还要跟我提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想给我就是带球，然后到时候你可千万啊不要搞这个事儿啊，好不好？你不要蠢上加蠢 ，OK？ 在我们的系统里边，一个男的这么大把年纪在一起之前，首先大多少岁要花多少万，这个是门槛。你首先这个门槛就没达标，所以后面就已经是稀巴烂了。你不要在稀巴烂上面加稀巴烂了啊！好的，然后他说就是还想就是说一直就是多讲，就是想去见我，但是我家里人这样子，我说别他妈扯淡了，我是不太同意的。那拿200个过来，我提门去见，好吧？拿200个过来，我就去见。对，他当时跟我讲的是，就是等我说到时候就是给我的就是多少比米这样子，然后让我给他就是进入围城带球这样子。小姐啊，饼画的越多的男的越不靠谱，靠谱的程度跟他画饼的程度严重成反比。一个靠谱的男的是不画饼的，靠谱的男的只会做，懂吗？他承诺的东西只会比他做的东西少，不会比他做的东西更多。喜欢不停的给承诺，但是做的事情很少的这种人，往往他都是骗。好的，理解。然后我现在就是接下来我说我的一个行动要怎样呢？是继续跟他那个，还是说跟他谈条件，还是怎样？对啊，只要发现他有一点点啊手机的蛛丝马迹干嘛的，马上就起跳要东西。首先比如说20先到位。因为他当时的我说就是过的一段时间，可能1个月2个月，他会给我一笔大的支出，就是那个付出，然后我就看他。啥叫大的付出？你们已经在一起1个月了，不也就6个吗？这叫大吗？对，他给我的解释是他等他公司这边就是最近的账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些。我给你把我的建议给完了，你要听他的你就去听他的，好不好？好的，曲曲，我当然请听你的。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你们这个他妈的枕边风吹的也是，到时候他给你一洗脑子洗完了，好吧？我也不想跟你讲了，就这样啊。不会，就是我，好。我蛮累，我都跟你们讲话他们贼累，知道吧？他跟我说，可是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可是他是那么跟我说的，他让我等一等，他让等他公司回款，他妈屁大点的公司还回款呢，他妈业务都没做几天还回款，哎呦，我好累呀！我就感觉我每次跟你们对话的感觉，就是感觉我说了半天，你感觉你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吧？我就感觉你脑子里头全是浆糊，往里头死怼，什么都没怼进去，就这种感觉。在一起之前，我是不是就跟你们讲了大多少岁花多少个 W？ 我认为他连这句话都不知道的人，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我老粉。如果他不是我的老粉，我认为他不会听我的，我认为他会被那个男的带跑，知道吧？一定是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烂熟于心了。这个时候我再跟你讲1、2、3、4、5，可能你才真的听得进去，对不对？大多少岁花多少个 W， 这个是不是基本线？是不是基本门槛？这有过婚史的，你又是个单身，对吧？像这种极度不匹配的，是不是大多少岁花多少个 W？ 这个是必须的必呀，好吗？别的东西都扯淡呢，连基本门槛都没达到，你还跟我说什么呢？这大额那大额什么的，我隔几个月到2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你找事儿，知道吧？他就开始跟你搞事儿。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你难道一点都不能够理解我吗？我生意现在做得不好，我都跟你说了，我都会给你的，你就不相信我吗？我每天跟你在一起，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然后夸的，然后再跟你一吵架，躲3天，好，去那边了。你们就是我跟你们说，我不想跟你们讲话，知道吧？因为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把他3个月的行为都跟他脑补。我们看到的案例太多了，我也就3个月的行为我都可以跟他脑补完，知道吗？他们有的时候各种说辞的，他可以跟别人说什么，哎，我出差了，我做项目了，我这个了那个了，我一下子消失个1、2个月干嘛的，知道吧？完了以后我就开始跟你搞事儿啊，先给你画饼啊，画了饼到了那个要兑现的那个节骨眼上跟你搞事儿啊，挑毛病啊，挑刺儿啊，对不对？你们看有些男的他什么，他是100-800年前开始看你的手机，看了手机以后闷着不出声，对吧？
等他给你先画一个物质大饼，是不是？然后到了这个物质大饼要兑现的这个时间的时候，他最开始翻你手机那个事儿说事儿。你是不是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男的没断干净？你让我怎么信任你？我都要给你付出这么多了，但是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让我怎么信任你？对不对？哎呀，我跟你说，我都跟你们讲了，这个男人啊，72变变不出第73变，对不对？你们真是，你们每次看手机，看了就炸，看了就炸。我就让你们别看，别人可不是这样的，别人是首先他就抓完了以后干嘛呢？攒着，知道吧？他攒到他要做他的那个物质兑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事儿，对不对？哎，不搞了呀，顺理成章就不搞了呀，然后还觉得完了，我犯了好大个错误，丢了这么大个果实，就因为我原来的一个错误丢了这么大一个果实，我好悔，我肠子都悔啊！其实你没有明白，他一开始就没打算给。别人早都布局都布到3个月以后了，明白吗？这个老狐狸，他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他泡的妞都比你见过的男人多，他早都有一套轻车熟路的流程了，知道吧？能够1个月之内把公司里的上班的女孩就搞成女朋友的这种，你说他这是第一回？他会是第一回吗？动脑子啊！你就是那个天下最独一无二的那一个，是不是？你长得跟朵花似的，是吧？他以前上班的那些女的都不行，就你好，就你天仙，仙女下凡。哎呦我的妈呀！来，大家没有关注的宝宝左上角点关注啊，没有加粉丝牌的加个粉丝牌，加了粉丝牌会收到我们直播提醒。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要实现我们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找我们1v1或者是预约连麦，或者是提高哼哈10点半功能的宝宝们，左上角头像点开到我们首页粉丝群。找不到粉丝群的后台私我，然后我们现在马上下播就回复大家。我们的连麦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小助理，一定要到圈圈找到小助理。然后呢，我们先到圈圈里面去给小助理你的故事稿子，他会审核，他审核通过了以后，然后会告诉你下一场大概在几点钟上来送礼物，送800 RMB 的礼物，然后上来排队连麦。然后我们的这个1v1呢，我们的导师团队全部是我们直属孵化的啊，我们的大概费用1个月是8K 到12000之间啊，也不贵，是一个中庸水平，好不好？但是我们的水平啊，这个实力是 YYDS 的。然后我们的哼哈不是线上，哼哈是线下啊，哼哈是线下啊，所以说大家不要被别人给你们发的某私某信什么卖你们这视频那的那个东西搞骗了，好不好？好啦，今天就这样了，下播了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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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